上一秒还在看美女游要不要一起玩啊？下一秒就穿越进电影放手一搏的世界，竟然意外的可以看见每件事的成功率，我的传奇人生便就此开始。才哥，这批的猪仔都是刚到的货，保证都是新人中的新人，价格还是老规矩，30万一个。这15个你要一起打包的话，我算你650万就成。不急，我先验验货。才哥说着，走到被捆的人群前，随手抓起一个人，用力踹了过去。那人被踢倒在地，眼神恶狠狠，似乎要将才哥吞噬。哟，还是个犟种。才哥看着他，冲着门外的汉子使了个眼色，去给他打开嘴巴，我想听听他要说什么。这时2名壮汉按住他，将他嘴里的破布扯了出来。一群天杀的东西，放我回国，知道老子是谁吗？信不信老子一个电话，让你们这些人全都死无葬身之地？听着他的谩骂，一旁同样的被破布堵住嘴巴的无敌翻了个白眼。知道这是哪里吗？缅北，战狼来了这都丢奶腰子的地方，居然还想靠威胁让他们亡命之徒放了你，怕不是没睡醒。果然才哥一脚踹翻他，骂，接着骂，我就喜欢听人装逼，你们都给我听着，不管你们之前怎么的牛逼，到了缅北是活你得给我趴着，是龙你得给我卧着。这一幕看得其余几人全是心惊胆战，生怕下一个被按在地上摩擦的人就是自己，唯独只有一人显得异常淡定，那便是无敌。在他眼中，周围由无数线段交织，末端有百分比数值，不同事件发生概率。才哥打死对方的成功率为 1%， 打断对方腿的成功率为 15%， 将其打成重伤的成功率为 70%， 放走对方的成功率为 0%。我叫安进才，以后叫我才哥。在这里做事只能乖乖听话，否则生不如死。认真留下来做事，会给你们国内得不到的东西，赚够钱想回国也不是不行。才哥围着众人踱步，摆弄他们的脑袋。质量还不错，转几手了。就转了一个新人礼，要不是陆经理开口，我这些原本都要出去了。在缅甸，整个诈骗行业形成了产业链。因国内反诈宣传，园区现在很难骗到人，但还是有某些人因为高薪诱惑自愿偷渡过去，或一些到东南亚旅游的人们，第二天醒来就直接被绑了起来。而无敌和别人不一样，他是穿越过来的。原本的他是一个与赌毒不共戴天的良好市民，结果一觉醒来，竟发现自己穿越进了放手一搏的电影里，并且拥有了这看穿一切事件成功率的能力。在才哥的示意下，2名内保上前将几人身上捆着的绳子解开，重获自由后，众人都忍不住上下活动着有些酸疼的胳膊。看来你们都很想活动活动啊！既然这样，所有人站成一排，做50个深蹲吧。听到这话，众人脸色顿时一黑，他们已经5天没吃饭了，哪有力气做深蹲？其中一个体态稍有些臃肿的胖子更是被直接吓。见众人这般模样，才哥的脸色突然就冷了下来，他直接从裤裆里掏出一把手枪，顶在了那胖子的脑门上。我数一个，你们做一个，听不听得懂？被枪指着头，众人这才老实下来，乖乖的按着才哥所说的做深蹲。而无敌此时一边做着深蹲，一边则在观察四周，想要寻找趁机逃跑的可能。很快，在他眼中，各种各样逃跑方案的成功率便一一在眼中开始兑现。直接冲出去逃跑成功率为 0%， 打翻才哥逃跑成功率为 0.01%， 夺枪杀人逃跑成功率为 1%。看到这，无敌的脸顿时一黑。草草，连一个超过 10% 的成功率选项都没有，看来这是谁逃谁死的节奏。现在看来只能是见机行事了。很快几人的深蹲已经完成，有个别老哥直接就开始吐血，倒在地上抽搐不止，而其余人除了有些大喘气外，倒是没什么异常。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被枪指着头的胖子也一样啥事没有，大家还以为他会是第一个扛不住的。这几个坚持下来的我要了，30万一个，正好150万。随后无敌几人便被套着黑布押上了车，朝着园区方向而去，一路颠簸。当车子重新停稳后，一会儿下了车，都给我在广场上站好。陆经理要来检阅，我先提前说好，要是谁敢在这时候给我找事，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吧。听到陆经理3个字，无敌的身体不由得抖了一下。熟悉剧情的他非常清楚，才哥口中的陆经理就是电影中的最大反派陆炳坤，那是一个比才哥手段更加狠毒也更伪善的存在。不行，在诈骗园区想要活下去，必须得找一个靠山，而陆炳坤就是一个很合适的靠山，得想个办法，至少要让陆炳坤注意到我才行。很快，几人便被摘下黑布，开始陆续下车。园区内的一切让众人瑟瑟发抖。此时广场上已经站了不少的人，周围站着一群手持枪械的内保。若是此时有人企图逃跑的话，恐怕下场就是直接被打成筛子。不过出于好奇，无敌还是尝试了一下。果然，无论从哪里逃跑，成功率都是感人的0%。几人被带进广场后，只见一个中年男人在美女的陪伴下走了过来。陆经理好。伴随着内保们一声声的问好声，陆炳坤笑着来到了一众猪仔的面前，目光四下打量着众人。
各位舟车劳顿，路上为了避免大家不出意外，多有得罪，还请见谅。以后进了公司，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以后留在这里就好好为我工作。你们在国内得不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拿得到；在国内不敢要的东西，我这都可以给你们。说完，陆经理拍了拍手，2名美女荷官便是抬着一个箱子缓缓走出。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被这一幕给吸引，纷纷在心中暗自揣测这箱子里到底装着什么。当箱子打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顿时眼睛都看直了。只见箱子密密麻麻装的清一色全是现金，粗略估计得有几十万左右。行了，大家都是刚来公司，我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大家的，那这些现金就一人一捆自己拿吧。广场上的众人顿时惊了，自己这才刚到园区，还啥都没干呢，居然就直接拿到了一捆现金。试问哪家公司的老板会像陆经理这样慷慨？这一刻，大家对于陆经理的忠诚度直接达到了顶峰，甚至有的萌生出了以后都直接留在这边不回国了的打算。但只有吴迪对于陆经理的这套糖衣炮弹不感冒。很快轮到吴迪去拿钱的时候，他却是站在原地不动。这一突然的举动不仅让陆炳坤一愣，就连周围的几名猪仔也同样不解地看向吴迪。怎么不想要？陆经理，这钱我不能拿，所谓无功不受禄，我这才刚来，还没为公司创造价值，怎么能拿您的钱呢？这是我送你的。我知道，但还请陆经理先替我保管着，等我到时候开了业绩，您再一并赏给我如何？听到吴迪这话，陆炳坤突然笑了，同时他也对眼前的这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你叫什么？吴迪。行，以后我就叫你小吴了。那就依你说的，这钱我先替你存着，等你什么时候需要用钱了，就来我办公室随时找我，我可以给你开预支单。谢谢陆经理。待陆经理走后，吴迪这才长吐出一口气。现在再看自己从园区逃跑的成功率，已经从原本的 0% 变成了 0.1%， 这算是个好的开端，至少证明自己刚才确实在陆炳坤的心中留下了不错的好印象。发完钱后，一行人就被领回了宿舍，宿舍条件也相当简陋，和吴迪同一间宿舍的另外几个人都是同一批被绑来的猪仔，除了之前那个被才哥用枪顶着脑袋的胖子之外，剩下几人吴迪倒也对他们的情况有些了解。吴迪在吗？找我的。吴迪闻言一愣，随后一人便走了进来，扫视屋内一圈后，将目光最后锁定在了吴迪的身上。你就是吴迪吧？陆经理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跟随着对方前往陆经理办公室的途中，吴迪不知怎的内心开始忐忑了起来。这家伙来找我，8成都不是什么好事，但现在也没什么其他的办法，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很快二人已经来到了陆经理的办公室门前。陆经理，吴迪来了。随后房门打开，一个美女匆匆忙忙地从陆经理的办公室内走出，而此时的陆炳坤一脸的享受。进来吧。那人从背后推了吴迪一把，将他推进陆炳坤的办公室，便是直接砰的一声关闭了房门。坐下谈。小吴啊，你刚来公司，很多规矩还不懂，我得提醒你2句。公司有几条红线可千万不能碰。这第一呢，是绝对不允许逃跑，这个阿才之前应该也和你们说过了，多的话我就不再过多赘述了，相信你也是明事理的人。关键是这第2点，你也知道咱们是做国内盘和菠菜生意的，但是咱有个规矩，可以做，但自己不能沾染菠菜，否则的话到时候就别怪我无情了。这第3点啊，出来做生意，你们挣的是客户的钱，如果需要用钱的话，就来找我拿预支单，可千万别想着往自己卡里转移钱，我的后台每一笔交易都有记录的，让我发现了谁在底下搞小动作，下场你懂的。吴迪闻言连连点头，知道了，陆经理。我挺欣赏你今天的做法的，你和其他猪仔都不一样，你没有贪心，看我们这行大多都有贪心，贪心越重，在这行就陷得越深，那样这辈子就再也没机会回国了。听着陆炳坤的话，吴迪微微一愣，随即立马便是反应过来了对方这话中隐藏的意思。之前一直表现得太过冷静了，看到钱的眼神根本就显得无动于衷，现在他怀疑我是警方的卧底。吴迪的大脑顿时飞快运转，想着该如何回答才能洗清自己身上的嫌疑。顿时，一条条不同选项的成功率开始在吴迪的面前浮现。打晕陆经理逃跑的成功率为 0%， 告知陆经理真相洗脱嫌疑的成功率为 15%， 向陆经理撒谎洗脱嫌疑的成功率为 50%。果然，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陆经理，我想取代才哥。陆炳坤听闻这话，身体顿时一僵。什么？陆经理，我想取代才哥。陆炳坤的眼神先是扫向房间内的一个角落，随后才再次将目光转向吴迪。你想顶替阿才的位置，说说理由吧。陆经理，我不是不贪财，而是知道在缅北这个地方有钱赚，不一定有命花。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坚实的靠山的话，很容易会被人当作是猎物。我也不想当一辈子的猪仔。陆炳坤听完吴迪的回答，没有第一时间说话，而是沉默了片刻后才道：可以，我会给你这个机会的。谢谢陆经理，没其他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好，你先走吧。
当吴迪走出陆炳坤办公室的时候，这才敢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太险了，就差一点，自己就要直接卡在这里了。倘若刚才没能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接住对方的话，自己今天根本就走不出这办公室。台哥这时缓缓走出。我原本以为吴迪会是最没野心的人，结果没想到他的野心居然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陆炳坤闻言也只是笑笑。这是好事，我从来不怕他贪，就怕他不贪。只要他还有求于我，那么一切都好说。那你真打算让他进管理层，还是先放着看看？公司的规矩你也知道，能者上，弱者下，这是崇先生定下的，不是说我一个人就能说得算的。不过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他才刚来，想要取代你，至少得在这边混个几年，而且现在国内盘不是很好做的。崇先生的意思，未来让我们去接国际盘，这边的业务线也正好缺个人来接手。听到陆炳坤这话，阿才微微点头。放心，陆经理，我是您一手带出来的，您要去哪儿，我肯定会一直跟着你的。一会儿吴迪回到宿舍之后，众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迪哥，我们还以为你回不来了。胖子，放心吧，以后有啥事，哥罩着你，快睡吧。你以为你是谁啊？还罩着我？第二天一早，还没睡醒的几人便被一阵敲锣打鼓的响。特么的，吵什么？还让不让人睡了？所有人5分钟内到广场上集合，回脚跟不上的自己知道后果。我不希望我的话说第二遍，都给我速度点。听到枪声，众人纷纷起床。在园区内，不同的分组有着不同的工作，正批反驳，烽火除妖，这便是所谓的千门八将。而吴迪等人自然是被分配到了吃力不讨好的反将组。以后我就是你们的组长了，有任何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作为新人，我可以允许你们犯错，但同样的错误，我不希望你们犯第二遍，听明白了吗？等等，怎么少了个人？众人闻言纷纷张望了起来，貌似确实少了个人，那个富二代胡来没有来。不会是逃跑了吧？吴迪不由得一惊，这种环境情况，要是能逃跑的话，我早就跑了。那个胡来昨天才刚被才哥打了一顿，这要是再被抓到逃跑，估计100%是要被嘎了。报告组长，胡来他说他不舒服，要在宿舍休息，想请个假。特喵的，当这是大学里呢，还请假？去，把那小子给我带过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多大的一尊佛，还需要我王胜去请。很快，胡来便被带了过来。干什么干什么？我不是已经让黑仔帮我请假了吗？才哥昨天把我打成那样，就不能让我休息一天再上班吗？看着胡来理直气壮的样子，王胜二话不说拿出棒就是一顿打。我错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求求你别打了。面对胡来的求饶，王胜压根不理。还有谁想请假的？下次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保证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看到胡来的惨状，众人吓得不轻，他们可不想体验这种痛苦。行了，既然人到齐了，那就去广场上等着吧。陆经理要开晨会了。当几人来到广场时，已经站满了人。吴迪，你看那几个女的，长得是真好看啊！要是能找一个做女朋友，那可真是爽飞了。你要是不怕死，可以去找他们试试，到时候我会帮你收尸的。几人在一饱眼福后，陆炳坤这时走了出来，喊了几句标志性口号，伴随着一句开工，大伙便都散了。这里就是以后你们的办公地点，你们都是新人，很多事情还不懂，我会找个人给你们进行现场教学和一些话术培训。就在这时，胡来却突然开口了：王组长，赚够50万的话，能放我们回家吗？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让家里给你们打50万，你们放我走吧。听到这话，王胜先是一愣，随后便大笑了起来。胡小兄弟说笑了，你要想走，我们从不会拦着，但你回去之后你要怎么办？胡来听着这话，一脸疑问。你自己想想，虽然说你家里压根就不缺这50万，可真让你家里出了这钱给公司，你回去之后岂不是落了面子？说实话，如果是我的儿子在外面被骗了50万灰头土脸的回来，我肯定要拿这个事说他一辈子。从此以后，你在亲戚朋友面前还能抬得起头吗？不得不说，王胜此人的心理战术确实是有一套，仅仅几句话就把这大饼画给了胡来。但你要是留在这里搞钱就不一样了，等你回国后，兜里揣着几百万，直接往你父母面前一砸，那光是想想就倍有面子啊。所以你还决定要走吗？当然我不强求，如果你真的想走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让财务那边和你家里对接，钱一到账，我就安排你回国。胡来听到这话，沉思了一会儿。王组长，我想通了，我要留下来搞钱。王胜画的一个大饼，让胡来的态度立马就转变了。王组长，我想通了，我要留下来搞钱。听到这话，王胜的嘴角不由得扬起了一丝微笑。这就对了，以后大家都是兄弟，叫我王哥就成。看着王胜脸上的笑容，吴迪心里感觉一阵恶寒。他可以清晰的看到，王胜压根就没打算放过胡来。要是胡来刚刚不选择留下，那么等待他的下场就只有死路一条。胡来被安全送回国的成功率为0%，被园区贩卖给其他园区的成功率为15%，被关进水牢的成功率为80%，被嘎腰子的成功率为100%。看来不只是陆炳坤，这园区每一个人的话都不能相信。很快，王胜就带着吴迪他们来到反将组。这里就是我们的办公区，我们负责整个流程中与客户对接和沟通的工作，所以需要处理的业务也是最多的。看到没？
他们1分钟需要和几十个客户沟通，大大小小的业务都要从反将组这边走一遍流程。所以你们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一些简单的话术可以复制在电脑的剪贴板里，方便直接复制使用。王胜说完便喊来一人，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反将组上个月的销官、阿水，你们以后叫他水哥就好。阿水，这批新人由你来带，3天之内必须全部要能上岗。放心交给我吧，王哥，流程我熟。王胜点了点头，便也不再多说，就去忙自己的事了。这里的规矩，才哥之前应该也已经和你们说过了，但我还是要重复一点，小错可以犯，但是园区的红线绝对不能碰，知道了吗？听到这话，众人纷纷点头。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有没有人知道杀猪盘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那你来说说什么是杀猪盘？好的，水哥，杀猪盘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网络诈骗，从而让对方参与到网络赌博里，最后我们再一举收钱。水哥点点头，对，但也不全对。你说的那个都是10几年前的套路了。现在国内的反诈宣传力度越来越大，杀猪盘也越来越不好做了，所以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想要快速上手开单，第一要熟悉话术，第二就是要揣测对方的心理。说完，水哥就拿出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放手一搏》。你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话术背对，之后我会对你们进行提问抽查，要是一直背不会的，你们自己知道后果。拿到书的众人丝毫不敢耽误，纷纷看了起来。几个小时过后，无敌胖子、黑仔3人已经陆续背完，唯独剩下胡来和李三还没背完。水哥似乎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直接上去对着胡来就是一脚。背会没？要是还没背会，今晚就送你们去水牢里背。胡来被水哥踢了一脚，顿时不由得一阵委屈。特么的，李三不是也没背完吗？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又过了1小时，在水哥的监督下，两人终于背完了所有话术。行了，今天就这样吧，明天来现场实操，我教你们怎么快速开单。几人回去宿舍途中，半路上竟碰见了王胜。哟，你们几个今晚10点记得来参加庆功宴。众人听到一脸迷茫。今天我们组开了一个大单，陆经理说晚上给大家放松放松，你们也一块来吧。李三一听这话，顿时就兴奋了起来。有妹妹跳舞吗？即使是到现在，李三还对早上晨会时看到的那些美女念念不忘。这一句话直接把王胜逗乐了。有，当然有，光看多没意思。你要是这个月也能开一单100万，我直接安排你去红浪漫。一听到这话，李三眼珠都要掉出来。王哥，放心吧，这红浪漫我去定了。很快，庆功宴正式开始。放眼望去，各色吃食与酒水，还有一群美女。我去，这个大，那个更大，天啊！无敌听到这话，实在是忍不住，反手就扇在了李三脑袋上。来这就好好吃喝，能不能别逼逼？各位，今天放开了吃，放开了喝，明天早晨的晨会取消，大家可以晚点开工。伴随着陆炳坤的一句话，整个宴会的气氛顿时达到了最高潮。酒足饭饱后，无敌众人便先回到宿舍。他们吃完才知道，今天的庆功宴是为水哥举办的。他在上个月开了一单大的，光是提成就拿了80万。第一个，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水哥那样开个单赚个几十上百万？还是早点睡觉吧，梦里啥都有。第二天到了中午，众人才前往办公点。你们先登录自己的后台账号，王哥已经帮你们注册好了，账号和密码都是你们身份证后6位。水哥说完，便自己也开始敲起了键盘。无敌众人也按照水哥说的，纷纷开始操作了起来。水哥在电脑前一顿猛敲之后，突然兴奋地站了起来。你们几个的运气不错，我这里刚开工没多久，就上了一条鱼。本来今天是打算让你们先练练情景模拟的，现在看来直接实战一波吧。听到这，无敌几人顿时一慌。水哥钓上一头鱼后，就想让无敌等人实操一番。水哥，不太好吧？我们都是新人，万一搞砸了，我们承担不起啊。没事，要是放在平常，我也肯定不舍得拿自己的单子给你们练手。但是昨晚你们也见到了，我上个月开了单大的，陆经理额外奖励了我一笔钱，哥今天高兴就直接带你们打实操，真要跑了就算我的。听到水哥这么说，众人才算是松了一口气。水哥，那接下来要我们怎么做？全听你安排。昨天让你们背诵的话术还记得吧？一会儿按照我说的，跟着一步一步来就行。随后，水哥便将一份资料发给了纸。黄思聪，男，14岁，客户来源游戏代充。看到这份资料，无敌不由得一惊。好家伙，这群人是真的够狠的，连未成年都不放过。由于未成年人存在游戏充值限制，所以这个小男孩便想通过某宝来进行账号代充，于是就被正将组的数据抓包给盯上。很快，水哥便是率先出击，用正将组那边提供的企鹅号联系上了这个小男孩。随后，对方发来一个表情包，水哥连忙调取出对方的购买记录，将提前准备在剪贴板里的话术发了过去。没过多久，小男孩又是发来一个表情包，这句话直接把无敌众人看得一愣。水哥，为什么要这么问？他这肯定是未成年啊，
要是他成年了，也不会找咱们吧？水哥此时大笑一声，是这样没错，但是这一步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咱们这边的专业，让对方放松警惕。而且你越是主动，对方就越是会怀疑，所以咱们必须要设置一些门槛，对方才会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果然，伴随着水哥的话音落下，对方很快就发来一个姓名和一连串的身份证号。对方显然是有些失落，发来了一个哭泣的表情包。见状，水哥的嘴角微微上扬，一要上钩了。随后，他又是快速的将一段话发给对方。发完，水哥又是发去一张提前做好的海报图。你们几个给我看好了，这条鱼跑不了了。过了几分钟，那个小男孩发来消息。这条消息一发出后，对方这次沉默了很久。就在无敌等人以为这单要黄了时，对方却发来消息。水哥看到这条消息后，顿时乐了。这话发出，对方又是纠结了一会。看到这段话，无敌不由得给水哥竖起了大拇指。这一招确实够高的，如果通过某付宝或者绿泡泡转账的话，一旦对方事后察觉到这是诈骗，一定会第一时间对账号进行举报。为了这三高俩枣的，废掉一个可以转账的账号确实有些不值当，而话费充值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只要等人将里面的话费洗出来，那这张卡就算是作废了，想要追查起来都很困难。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对方很快就将充值卡照片发了过来。看到没？我只要将这上面的号码复制下来发送给脱缰组，由他们迅速将里面的钱洗出来变成资金后，再把数据报给财务，那这单就搞定了。等了几分钟后，水哥看到财务那里发来消息后，笑呵呵道：“搞定，接下去就看你们几个的了。”随后，水哥便是将200块钱押金返还给了那个小男孩。可不要误会，这并不是他善心大发，而是水哥压根不满足骗这几百块，想要放长线钓大鱼。来，我把你们拉到一个群里，一起打配合。在无敌等人和水哥一唱一和后，那小男孩到最后足足被骗了8000元。真不敢相信，现在小孩都这么有钱，要是被他家长知道的话，估计屁股都会被打开花吧。你不要小瞧国内任何一人，有钱人还是多的。走，我带你们去吃大餐。随后，无敌等人便跟随水哥来到餐厅吃饭。水哥，你能不能多教教我？我看你开单好像跟吃饭一样，我想开单大的，然后去你说的红浪漫，潇洒潇洒。你们好好做，开单是迟早的事，在这里不用顾及那么多，只要钓到鱼，就想办法榨干他们。就在这时，才哥怒气冲冲地带着一群人走了进来，他的目光扫到了旁边桌的一人身上。水哥听到动静，朝才哥的方向瞥了一眼。小光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惹得才哥发这么大火气？无敌被水哥这话勾起了一丝好奇，不由疑惑道：“水哥，这个小光是什么身份？看才哥这样子，好像是挺生气的。”小光是正江组的组长，也算是园区的老人了。具体啥原因，别问我，我和你们一样有点懵逼。但能惊动才哥出手，大概率是碰了公司的某些红线。胆子不小啊，小光竟敢拿公司的钱来给自己牟利，你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才哥又是鼓了几脚后，还算是解气，把人带走，关进水牢里，我亲自去审他。小光利用高超的技术，在自己园区搞小动作，不料被陆经理查到。阿才，你去把这事儿解决了。胆子不小啊，小光竟敢拿公司的钱来给自己牟利，你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把人带走。水哥，小光可是正将组的组长，这居然说抓就抓了。水哥闻言顿时大笑了起来。组长算个屁，小子，你记住水哥说的这句话，这里是缅北，所以永远不要把自己想得太过于重要。别说是一个小小的正将组组长，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是陆经理，一旦坏了这园区的规矩，那他的下场也不会比小光他们好到哪里去。这一点，无敌深表认同。毕竟在电影中，陆炳坤只是虫先生的众多园区负责人之一。几人吃饱后，便是离开了。在回宿舍途中才知道，原来小光是仗着自己技术高超，反手诈骗了园区的钱。只能说，这就是他们这些人的通病。不仅是小光，电影中潘生也是如此。回到宿舍内，几人聊了起来。好家伙，这个正将组的组长有点牛逼啊，这属于是虎口夺食了。而一旁的胡来却是显得不屑一顾。亲，就这种人，也就只会使点小把戏罢了。我和你们说，我家公司的那个技术部主管，那才是真的牛逼。行，你家的人都牛逼，既然这么牛逼，怎么还没把你从这里救出去？胡来听到这话，眼看就要和李三争了起来。这时一旁的无敌连忙出来打了个圆场。好了，明早咱们就得正式开工了，多早点睡吧。要是这个月开不出业绩，恐怕咱们也得挨电棍了。次日一早，几人又被楼道里那敲锣的叫醒服务给吵醒。当几人走去办公区路上时，发现王胜早已在等待他们。无敌主动上前和王哥打了声招呼。
王哥早。随后趁机从自己兜里掏出一些东西，塞到了王胜手里。小吴，你这小子挺懂事啊，但是下次就别搞这套了。你们才刚来，兜里也没剩多少钱。都是王哥教的好，以后我们跟着王哥混，还愁赚不到大钱吗？这些都是小钱，专门拿来孝敬你的。王胜被吴迪这一通彩虹屁吹捧得很是高兴。小吴啊，昨天阿水把你们的情况和我说了，尤其是你表现得不错，所以我可以特殊照顾你一下，给你延长1个月的新手期。吴迪听完笑笑，虽然这多出来的1个月新手保护期对他没啥太大的作用，但是自己也得接着才行。那就多谢王哥了。一会儿晨会照例举行，伴随着陆炳坤的几句口号，众人便开始忙碌起来。今天没有水哥来带自己，一切就只能靠他们自己了。不过吴迪丝毫不慌，拥有能够看到成功率的能力，只要想骗，完全是手到擒来。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最终的目的是要从这里逃出去。过了很久，几人愣是一条鱼都没钓到。王胜这时走到了胖子身边，看到胖子此时竟坐在电脑前睡着了，一脚就踹了上去。特么的，花钱买你来是让你在这里睡觉的吗？你们给我听着，虽然你们现在都是新手，但是谁敢偷懒，我照打不误。看来我还是得动用能力吸引一下王胜的注意力，为了其他人不被挨打。瞬间，无数道丝线开始在他眼中交织，异形账号在他的眼中浮现。该账号的被骗成功率为 5%， 该账号的被骗成功率为 8%， 该账号的被骗成功率为 83.6%。就是你了。吴迪这时在电脑面前一顿操作猛撸。过了几十分钟后，王胜一脸开心地站起身来说道：“恭喜吴迪，第一单首充2640元。”众人一听，都不可思议地看向吴迪。虽然这2000的单子算不上什么大单，但对胖子等人来说却是羡慕不已。我操，迪哥牛逼啊！这不得安排哥几个红浪漫走起？迪哥，你是怎么做到的？晚上回宿舍好好教我。亲，才2000元的单子，有什么好得意的？吴迪闻言白了李三一眼，随后又继续投入到工作中。没过多久，王胜又再次站起。恭喜吴迪，第一单2充8888元。这时王胜亲自走了过来。可以啊，小吴，第一天上班就让你开了一单，你小子果然在这行有天赋。吴迪尴尬的一笑，侥幸而已，全靠王哥您和水哥教的好。王哥，接下来我们还要骗他多少钱合适？争取3充，直接让他上5万。这小子有钱得很，那个账号我让技术那边查了，光是去年他就往里面充值了快不下8万，这说明他手上的钱至少还能炸出来好几万。吴迪听到这话只是点了点头，却是没太多想法。他心里是不希望那人3充的，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过了很久，那人果然没有再上套了。这时吴迪才长舒了一口气，随后便到了饭。吴迪请胖子几人一起去食堂吃饭。李哥，我敲了那么久键盘，被骂了不下50次，你是怎么做到一来就开了单上万的？是啊，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被骂不是很正常吗？你是干诈骗的，难道指望他们对你说什么好话吗？而且园区给的资料好多都是已经被诈骗过一次的了，人家要是还能被你再骗一次，那岂不是纯纯的傻蛋了？李三知道吴迪说的话有道理，便没再说话。这诈骗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国内现在的反诈宣传越来越厉害了，想遇到几个傻子真的不容易。这群人就是因为诈骗不好做，骗不到人来，才开始在境外玩起了绑架的。要不是这群家伙，老子现在应该还躺在家里吹空调呢。胖子闻言有些奇怪道：“你说他们为啥喜欢把人骗去东南亚国家，再绑架过来，直接从国内绑不是更容易一点？”这个问题一出，众人顿时全部用看白痴的眼神看向胖子。国内绑人，你疯了还是他们疯了？先不说这样做成功的几率多小，单是这样做的代价，别说园区，整个缅北都承受不住。办案需要证据，反恐只需要名单。园区要是有那个本事，把一个大活人从国内悄无声息的运到缅北，他都可以直接开着卡车在边境线上运了。来干电诈这行的9个里面有10个基本都是知道自己到底是要去干嘛的，所以说什么自己是被骗来的这种鬼话，完全就是瞎扯淡。要不是自己鬼迷心窍来了缅北，他们想用强硬的手段把你弄来，几乎不可能。就在这时，才哥走了进来。吴迪，陆经理要找你。吴迪动用自己的超能力，轻轻松松就开了个上万的单子。陆经理见吴迪的天赋不错，就让才哥把他带了过来。小伙子挺沉得住气啊，这刚来就开了一单，都是王哥和水哥教的好。吴迪说完，陆炳坤眼神看向一旁的才哥。我说他什么来着？我就欣赏他这样的人，不骄不躁，看着吧，以后他肯定能再开一次大单。对了，小吴啊，你以前在国内做什么工作的？吴迪听到陆炳坤这样问，知道他是在试探自己。我毕业后一直就到处瞎忙，也没上过几天正经班。这不是听说缅北这边挣钱，所以才过来的吗？吴迪的这段话透露出来了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自己是主动来缅北这边的，而并不是被胁迫或者诈骗的。那么就直接摆明了位置，自己和他们是一条绳上的。那赚了钱后有什么打算？或者我换个问法，你是想要回国养老，还是就待在缅北这边当个老缅？吴迪为了不让陆炳坤怀疑，迅速回答道：“我全听陆经理的安排。”陆炳坤一听这话，顿时笑了声：“你小子是办得不错，溜须拍马倒也有一套。阿才，
你之前不是说去泰国那边还缺一个人吗？正好小吴今天开了业绩，未来1个月都可以放松放松了，我就不单独给他安排休假了。你这次去泰国把他带上，带他去好好的玩一玩。才哥闻言并没有多说，只是点了点头。好的，陆经理，我这就去安排。出了陆炳坤办公室，吴迪顿时松了一口气，随后脸色逐渐狰狞。该死的，陆炳坤这老狐狸真是够阴险的，这次去泰国肯定也是在考验我，看来我只能将计就计了。回到宿舍后，吴迪便将自己要和才哥去曼谷的事告诉了众人。我过几天要和才哥去一趟曼谷，这段时间你们得努努力，尽快开单，我可不想月底的时候在总结大会上看到你们被打。吴迪说完便取出早已准备好大概率会被骗的 ID 交给众人。这些都是我挑选出来的，你们可以去试试。多谢迪哥，您是我亲哥，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真羡慕你，迪哥，你简直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我要是有你一般的本事就好了。吴迪笑笑，并没有说话。这有什么好羡慕的？不过是沦为他人手中的棋子罢了。几天后，吴迪与台哥坐上了前往曼谷的汽车，随行的人中还有几个是其他园区的人。吴迪，一会儿到了哨卡，你负责把这个交给哨站的缅兵，不用下车，直接从车窗外递给对方就行。吴迪将其打开后，顿时一惊，里面是一把手枪和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才哥，我不会用枪啊。废话，我当然知道你不会用，只是让你拿着吓唬人的，不然一会儿咱们被对方当成猪仔了，那就搞笑了。在缅北这边，华夏人就是行走的狗头金，只要不是在政府军设立的安全区，那么走在大街上都有被直接抓走卖去园区的风险。所以这把手枪更多的是一种威慑作用，证明自己的身份。很快，车子便是到了哨塔处，一个真枪实弹的缅兵上前拦车，吴迪将手中的信封拿给对方，同时也露出自己的手枪。对方瞥了一眼，心领神会，直接就放行了。海哥，我们这次去曼谷是有什么大事吗？到了你就知道了。吴迪听到这便没再多问。就在这时，才哥突然接到了陆炳坤的电话。阿才吗？你们现在到哪了？陆经理，还有1天半左右就到边境线了。怎么了？是那边出了什么状况吗？确实出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之前我给你们发的那条路可能不能走了。我刚接到消息，说是军方这次的严打力度比以往都要狠。你们走大路要是遇到了他们，可能给钱都没用。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你们可能得在佤邦附近住上几天，等我想办法找到新的路线再说。行，陆经理，情况我知道了，我会安排好的。挂断电话，才哥长叹一口气。行程有变，陆经理那边说这条老路走不了了，咱们先到佤邦附近住几天。这时，另一个园区的人开口道：阿才，你们陆经理就是这样办事的吗？难道他不知道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吗？说话之人叫飞航，同样也是一个园区的小头目，与才哥在陆炳坤那里的地位相当。听到对方的质问，才哥有些想要发作，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耐心解释道：问题不是出在我们身上，你也知道这边的军方很乱，一天一个政策，要是你们有好办法的话，我们也不介意让你们来安排路线。飞航被才哥这话对得愤怒道：行，等回去我会把情况如实告诉我们汤经理的，到时候看看崇先生是否会怪罪到他陆炳坤头上。崇先生怎么决定我们管不了，但如果你再多嘴，我不介意让你永远都说不出话来。你有本事你就开枪试试，我怕你啊！飞航还想说什么，却被身旁的同伴一把拉住。至此，车内才算再次安静了下来。既然都没什么意见的话，吴迪，你就负责去安排一下吧。台哥这时给吴迪丢来了一部手机，里面有几个备注好了的联系人，都是陆炳坤在佤邦的熟人。当车子到了后，台哥就把吴迪放了下，自己和其余几人就先去处理其他事情。看着车子越走越远，吴迪的内心不由得有些活泛了起来。要是自己现在逃跑的话，成功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顿时一条条胶丝的光束浮现在吴迪眼中，成功逃跑的几率为 1.6%， 被才哥抓住嘎的几率为 96.8%。这到底是为什么？吴迪想不通，只能暂时放弃逃跑这个念头，乖乖按照才哥所说的开始给电话里的联系人一个个的打去电话。过了很久，才哥和飞航这时走了回来，看到吴迪还留在原地时，阿才，你赌输了，快给钱！看到这一幕，吴迪一脸懵逼，这是什么情况？不过他很快注意到，有几人并不是同一个方向过来，他们好像从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这，而是一直藏在暗处。飞航此时走上前，笑着对吴迪说道：刚才我们是逗你玩的，你的才哥说你非常不靠谱，故意留下你去安排酒店，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借这个机会逃跑。我跟他打赌说你肯定不会跑，他不信，结果呢，他居然还没我们这些外人相信你。才哥听到这话，顿时脸一黑。飞航，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上次你不也一样不信任你手底下的那个人？哈哈，当时他是真的有想跑的打算，只是出于害怕没有实施罢了。但你再看无敌小兄弟，他连犹豫都没有犹豫一下。直到此时，吴迪才算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假的，二人之间的矛盾也是假的，他们就是故意试探，给自己创造逃跑的机会。看看我的选择，难怪自己看到逃跑的成功率会那么低，这一切都是他们设的局。行了，吴迪，酒店安排好了吧？咱们今天也跑了一天了，趁早休息吧。随后，在吴迪的带领下，几人来到了酒店。
酒店的经理笑呵呵的来到大堂迎接才哥几人。阿才，好久不见，你看你都瘦了。文叔，最近生意忙，也没时间来看您。陆经理一直说很想您，等您啥时候有空了，一定来我们那边坐坐。看得出来，双方之间应该有着长期的生意往来，不然对方也不可能认识才哥。这几天那边在严打，我们一时半会儿可能都过不去，得在文叔这里小住几日，还希望文叔能帮帮忙。这都是小事，你们要来，想在我这里住多久都行。当吴迪与才哥几人前往曼谷路上，竟突发意外，不得不到附近的佤邦住上几日。这几天那边在严打，我们一时半会儿可能都过不去，得在文叔这里小住几日，还希望文叔能帮帮忙。这都是小事，你们要来，想在我这里住多久都行。很快，文叔便是给几人安排好了房间，吴迪和才哥住一间。吴迪，今天你明明有逃跑的机会，为什么不选择逃跑呢？我要是逃跑的话，现在是不是就不能和你在这里说话了？况且我的态度之前也和陆经理说得很明确了，所以你也没必要一直试探我。最好是在这里，你只要好好做事，就会得到你想要的，反之你的下场会比小光还要惨。吴迪听到这话，心里暗想，哼，要不是一路上都没逃跑的机会，不然我早跑了，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众人休息了一会儿，文叔便安排几人来到 KTV happy 了一番。除了吴迪与才哥两人，其余各自叫上了自己的好朋友。你要是有朋友的话，也可以叫过来，放心，这次算我请你的，就当为之前的事情给你赔不是了。吴迪闻言摇了摇头，算了，长得一般，还没咱们园区的那几个荷官漂亮。才哥听到这话，顿时忍不住嘴角扬起了一丝微笑。成，等这次事情办完回去后，我让你在荷官里面随便挑。说起这个，吴迪突然又忍不住问道：才哥，到现在还不能告诉我咱们这次去曼谷到底是干嘛的吗？才哥想了想，而后道：倒也没什么不能说的，小光的事情你应该也知道了，正将组现在缺一个能顶替他的组长，陆经理一直很头疼，所以这次联合其他几个园区在国内以高薪福利骗了一批人来泰国团建，这一批货全是技术性人才，光是人头费一个就要60多万，再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费用，一个人就差不多100来万的样子。听到这，吴迪不由得张大了嘴巴，100来万，这也太多了吧？我们这些猪仔人头一个也才30万，算上中途费用也不过才30多万，结果这一个技术岗的人才居然就顶了我们好几个人的价格。果然，计算机的人才是真值钱。待吴迪缓过神来说道：那正将组我看人不是挺多的吗？为什么不直接找个人来往上提拔，顶替掉小光的位置？很难，不知道王胜和你说过没？小光是新加坡人，他父母从小就带他移民到新加坡了，后来本科和硕士都是在美国留学的。当初园区还不像这样，小光属于自愿过来的，光是底薪一个月就有20万左右。听到这，吴迪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好家伙，20万还是底薪，不算业绩的那种。小光要是说自己正常想回国的话，陆经理甚至包括崇先生其实都会同意的，只要他还为园区办事，那他其实待在国内或者缅北这边没啥区别。可问题是，他想金盆洗手上岸，彻底切断和园区的联系，这是陆经理无法容忍的。陆经理已经给了他最大限度的自由，只要他还为园区办事，那么就放他回国，可他不肯，那我们就只能用暴力手段了。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去找到一个可以代替他的人，只要找到了，他就没有继续活下去的价值了。吴迪听完才哥的话，心里暗想，看来小光的事情才是导致潘生被骗的前奏，就是不知道潘生到底什么时候会被骗上当了。嗨皮完后，众人就回到房内睡觉，吴迪还在做着美梦时，被才哥叫醒。才哥，这么迟还不睡觉，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快起来，再不起来，咱们小命就要丢在这了。才哥话刚说完，只听一串密集的枪声从远处传来，伴随着还有一连串的爆炸声。佤邦这边有2个军阀势力今晚突然打起来了，因为事发突然，所以我们也完全没收到任何消息。娘的，这次出门是真的没看黄历，怎么什么破事都让我们给遇上了？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慌，切记跟着我走，听明白了吗？吴迪一脸懵逼的道：明白了，才哥。这时两人走出了房间，飞航拿着枪走上前来道：看来咱们这次的行程是真不够巧的，出师未捷就遇到这种事情，我怀疑这是老天爷在故意暗示我们，实在不行明天一早收拾行李回去算了。才哥没有理他，而是拿出手机拨通了陆炳坤的电话。什么事这么着急，非要大晚上来给我打电话？咋的，你们遇到冷风了？也差不多，佤邦这边的2个军阀今晚突然就交火了，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所以想让陆经理你帮忙问一问。真是麻烦，这事情交给我吧，你们自己也要注意安全。文书那边给他再加5万块钱，这老头手里有一支私人武装，不过他不一定会愿意拿出来，去碰碰运气。好的，陆经理。才哥没办法，只好给文书打去电话。阿才，这么晚了，你给我打电话做什么？听着文书明知故问，才哥顿时怒了，
但他还是很快压抑住了自己的情绪。文叔，听说您手里有一支私人武装，我们愿意再加5万。您看，大才啊，你这是听谁说的？10万，护送我们到安全区。15万，我现在就安排人送你们离开佤邦。才哥被这话给惊了一下，他没想到文叔的胃口竟然会这么大。你做梦，文叔，陆经理和你都是老交情了，你这胃口免也有些太大了吧？交情归交情，生意归生意。阿才，你我都是生意人，谈感情太伤钱了。我给你们15分钟考虑，15万打到我卡里，否则我可不能保证那些缅军会干出些什么混账事。说完，文叔便挂了电话。才哥无奈，只能和飞航说道：“给汤经理打电话吧，一共15万，咱们2家一人出8万，等回去了之后再找文叔这老狐狸算账。”就在才哥和飞航都在急着转钱时，一旁的无敌突然上来制止。无敌，你干嘛？你是想死在这里吗？才哥，我有个办法，可以不花1分钱就让对方把咱们送出去。佤邦的2个军阀一言不合就办，这让才哥等人顿时就慌了，连忙就想加钱给文叔，让他带大伙前往安全区。这时无敌上前阻止。才哥，我有个办法，可以不花1分钱就让对方把咱们送出去。才哥不解地问道：“说说，你有什么办法？”他不是最在乎钱吗？我看他这酒店就挺值钱的。才哥，这附近有地方能搞到雷管吗？听到这，才哥和飞航一脸的震惊，瞬间就明白无敌到底想干嘛。我去找。说完，才哥立马就去寻找雷管。飞航待在原地不敢相信，特么的，陆炳坤手底下的人都是疯批吗？真就一个敢说一个敢干，这个叫无敌的小子，该不会是想要把这整栋酒店炸了吧？确实，无敌就是想把文叔的酒店炸了，但他这不是乱来，而是通过超能力看到眼前一丝丝的光束才做的决定。抛下才哥他们逃走的成功率为 0.1%， 直接撤走的成功率为 15%， 给文叔交钱后被送离的成功率为 25%， 威胁文叔离开的成功率为 85%。很快才哥就带回了雷管，他把雷管放置好了以后，就示意无敌给文叔打电话。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可要提醒你们一句，军方很快就要打到这边来了，再不走，我也不能保证你们能不能顺利离开佤邦了。既然文叔也知道军阀现在在外面交战，那想来要是双方交战的动静一不小心炸毁了你的酒店，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吧？文叔闻言冷哼一声：小伙子，你恐怕是想多了。我和双方军队的将军都很熟悉，也给他们打过招呼了，只要我不同意，他们就不会对我的酒店动手。等等，你们想干什么？文叔这才意识到不对劲。阿才呢？让阿才接电话，你们不要想着乱来啊！我可是你们程先生的朋友，你们要是胡来，我一定会到程先生那里去告状的。此时才哥走了过来，淡定地接过手机。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开车来接我，否则的话，你的酒店就只会剩下一堆废墟。说完，才哥便是不等文叔有任何回应，直接挂断了电话。飞航见状，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真没想到事情怎么会闹成这样，咱们这次算是把这老东西得罪死了，以后佤邦这边的生意，园区那边想做起来可就难了。无敌闻言笑笑，航哥，这话倒也不一定，老东西今天能为了钱到我们一手，明天也会为了钱重新和咱们合作。不过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得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才是。众人点头，都赞成了无敌的说法。过了一会儿，文叔带着人走了进来。安俊才，你给老子滚出来！听到文叔的声音，才哥带着无敌众人走了下来。安俊才，你特么的是不是疯了？你竟然想要炸掉我的酒店！我告诉你，休想！才哥懒得和对方废话，直接挥了挥手中的引爆器。既然你来了，就别耽误我们的时间，快点送我们离开佤邦，不然今天就是你这酒店的最后一天营业日。看着才哥手里的引爆器，文叔顿时咬牙切齿道：钱，我送你们离开佤邦，把引爆器给我。你还有40分钟的时间。才哥依旧不为所动，冷冷地注视着文叔。听到这话，文叔知道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没听见他的话吗？还不去开车？很快在对方的安排下，几人出了酒店，坐上了车。车上除了无敌飞航几人，还有文叔的几个手下。等出了佤邦之后，我会把这东西和密码交给你们的。才哥说完，就将手中的引爆器拿给了一旁的无敌，自己则是拿出了冲锋枪，以备不时之需。无敌看着手里的引爆器，不由得有些好笑。哪有什么定时炸弹，才哥倒是会骗人。实际上，只要没人去主动引爆，那玩意儿根本就不会爆炸。再说了，就算真的是定时炸弹，自己等人也遥控不了那么远啊。而做这一切的目的，自然就是为了让对方送自己离开佤邦，在文叔还没反应过来，越快越好。大约过了20来分钟，几人便离开了佤邦。已经把你们送出来了，可以把引爆器和密码交给我们了吧？
才哥看向吴迪，后者就将手里的引爆器丢给了对方。密码4433，希望回去之后告诉你们文书，让他以后做生意信守承诺，否则的话，下一次我们可就来真的了。文书小弟拿过引爆器，直接给文书那边打去了电话。文书，密码已经拿到了4433，他们已经被送出去了。听到这话，电话那头文书才算松了一口气，恶狠狠道：阿才，今天的仇我记住了，没想到我在瓦邦混了这么多年，居然会被你一个小娃娃摆了一道。你等着，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告诉崇先生的，到时候你们园区必须赔偿我今天的损失。此时才哥后退了几步，吴迪知道才哥这是打算等文书发现炸弹是假的，如果情况不对就直接解决掉这几个家伙。就在吴迪想着一会儿文书发现自己被骗后会用多么恶毒的语言诅咒自己几人时，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远处也同样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伴随着一道冲天而起的火光，方向正是文书的酒店。才哥第一个反应过来，直接扣动手里的冲锋枪扳机，大喊一声动手。正当文书想要趁火打劫才哥一番时，才哥一怒之下直接就把文书连同他的酒店一并炸。伴随着才哥的一句动手，对方根本来不及动，很快就被才哥等人给击倒。才哥这边也只是损失了飞航2名小弟。吴迪还在一脸懵逼时，才哥已经给陆炳坤打去电话。什么？你和吴迪直接炸了他的酒店，还嘎了文书？是，陆经理，咱们这次已经把对方得罪死了，既然双方已经结仇了，那不尽快斩草除根，早晚都是个祸患。陆炳坤长叹一口气，行了，我知道了，我会给你们安排接下来去曼谷的路线，自己注意着点吧。好的，陆经理。说完，才哥一脸疲惫地瘫坐在地。吴迪不由得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合着说所谓的定时炸弹和密码都是假的吧？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文书？才哥闻言，顿时笑了笑。那么短的时间，我上哪搞什么定时炸弹？那就是普通的炸弹，只要有人移动就会爆炸。吴迪不由得撇撇嘴，我还以为是假的呢，没想到你够狠，居然直接来真的。文书并不蠢，他没那么好骗的，他可能一开始就已经猜到了我们会用假的炸弹去故意威胁他，要不然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被我们吓唬住？这一切都有些顺利过头了。之所以放我们走，是因为他也清楚我们背后的人是崇先生，他把我们绑架了，最多就能敲诈走15万，但要是给崇先生那边个面子，把今天的事放到崇先生那里去处理，要的可就不只是15万了。吴迪闻言似懂非懂，才哥，那我们回去后该怎么和崇先生说这件事？才哥摇摇头，这个就不是咱们操心的事情了，陆经理会替我们处理好的，现在别想那么多，去曼谷办正事才是首要任务。听到这，吴迪也不再多问什么。经过几天的一路疾驰，几人总算是进入到泰国境内。飞航无奈道：终于是出来了，上一次离开缅北还是3个月前，我在园区这段时间都快憋死了。原来航哥你们也会觉得园区里的生活压抑啊，我还以为你们作为园区的管理层，对缅北那边的生活会觉得很如鱼得水呢。扯犊子，谁会喜欢那么压抑的环境？大家都是为了求财，身不由己罢了。吴迪听到这话也只是笑笑。对了，才哥，你们好像到现在都还没跟我说，这次我们要去接多少人呢？也就30来个，我们2个园区各拿10个，剩下的那10个崇先生手底下的其他园区也要分一些。听到这话，吴迪不由得一惊，30个人，这么多？才哥，咱们可就3个人啊，你确定就凭咱们这几个人能镇得住对方？万一有人直接带头造反咋办？才哥一脸淡定说道，到时候我们接到人后会从妙瓦底返回，这次还是你来负责安排在妙瓦底与我们接头的人。飞航看着一脸疑问的吴迪说道，吴迪兄弟，你就放心好了，到时候给你开开眼界，看我和你才哥怎么给你表演训练新人。行了，货已经装车了，很快就会到曼谷，咱们还得去机场迎接一下。听到这，几人打起精神就前往机场。很快，才哥3人在机场外等候了片刻，才终于见到一辆满载着一群人的大巴车缓缓驶，并停靠在了3人面前。3人陆续上车，一进入车内，坐在首位的男人便起身对着车内众人介绍道：各位，咱们幻跃游戏科技公司此次的泰国行7日团建活动，从今天起就算正式开始了。下面由我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在当地联系的一位导游阿才，各位可以叫他才哥。才哥这时站出说道：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我是太极华人，咱们按理来说也算是一家人，我的爸爸是华夏人，我的妈妈是泰国人，未来几天我都是各位的向导，希望各位来到这里，把这里当成是自己家，尽管放开了玩。我看贵公司的各位均是男同胞居多，不妨考虑考虑，在我们这里娶个媳妇再回去。一旁的吴迪听到才哥这话，不禁心里暗想：好家伙，要不是知道这老小子的真实身份，恐怕就连我都要被骗了。不得不说，才哥的演技是真的一流。这时，那名介绍才哥的男人走到吴迪与飞航面前。那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你们几位了。吴迪闻言一愣：你不跟着我们一起去吗？
后面的事情才哥会处理好的，我还得回国去接下一个团。最近我这边人手有点紧张，都有点忙不过来了。听到他的话，吴迪只感觉一阵惊骇，居然还有一批人，这群家伙到底是从国内骗来多少人啊？这是他们所有人的护照和身份证，我之前就已经收上来了，车上有信号屏蔽器，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说完，那人便与司机走下了车。此时，才哥还在继续忽悠那些程序员。各位，你们的主管要先行一步，去给你们安排酒店和客房了。接下来就由我带你们去玩。不过在玩之前，我要说明一点，相信你们也从新闻中看到了，最近这里并不太安全，不少华夏游客来到这里旅游之后，都发生了失踪。至于失踪去哪里了，想必不用我多说，各位也能猜到一二。才哥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总算是将众人全部给唬住了。不少人都并非是第一次来这里了，对这边的情况多少也有点了解。听到才哥如此嘱咐，不由得便是多了几分对他的信任。行了，言既于此，各位先在车上休息会儿吧。飞航，你来开车，带他们先去酒店住下。才哥为了把程序员骗入园区，竟办起了导游。行了，言既于此，各位先在车上休息会儿吧。飞航，你来开车，带他们先去酒店住下。很快，三人便是进入了各自的角色中。飞航是司机，吴迪是助理，而才哥就是导游。而吴迪也清楚，所谓的酒店其实就是一处偏僻的郊区。才哥早就安排了人等在那里，只要等大巴车一到，打手就会立刻冲出，将众人全部制服在地。吴迪坐在椅子上，见才哥给了自己一个眼神，他便连忙拿出手机，设定了一个3分钟左右的闹钟。3分钟后，手机铃声响起，吴迪将其按掉，假装是有电话打了进来。喂，孙主管，什么？那边的酒店住满了？吴迪故意将声音提得很高，为的就是能让全车人全都听见。那咋办啊，孙主管？总不能让你们公司的这一车人今天全都住在车上吧？行，我知道了，我跟才哥说一下。吴迪见自己成功吸引来了全车人目光，来到才哥身旁。才哥，孙主管那边说，他们之前预定的酒店被订满了，车上这些人可能住不下。什么？才哥也适时露出一副震惊的样子。这怎么可能？不是早就已经提前预定了吗？酒店那边怎么可能突然反悔？吴迪无奈地叹了口气。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之前说让我们来负责他们公司的住宿安排，结果这孙主管不愿意，非要自己来，现在倒好，直接出事了。听到二人的对话，车内顿时就有人疑惑道：什么情况？孙琦那家伙这是在搞什么？他该不会是吃了回扣吧？怎么连订个酒店都能订出事？绝对是吃回扣了，我就说这家伙怎么会好心地同意我们来团建，原来是想着搞这出啊！我倒要看看他接下来该怎么收场，怎么给老板交代。在吴迪刻意的引导下，车上的众人都将这件事当成了是主管孙琦为了吃公司团建的回扣，直接包揽了住宿，结果导致现在大家没地方住了。一时间，大家全都群情激愤，不断的咒骂着孙琦这家伙。等众人闹得差不多了，才哥这才借机开口道：各位，你们先不要着急，这件事我们也有责任，实在是抱歉，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们解决问题的。听着他的道歉，众人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才哥，这件事不怪你，是孙主管的锅。才哥，没事，我们都理解，等有机会下次来曼谷再找你安排。对呀，才哥，孙主管吃回扣这件事大家都是受害者，现在说那么多也没用了，还是尽快想办法解决问题吧。才哥见大家都这么说，顿时脸上露出感激的表情。多谢大家理解，我在曼谷这边还有几个朋友，我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住处。说完，他便拿出手机拨通电话。喂，莫少吗？我这边有30几个人，今晚刚到曼谷，想问问你们那边有没有住的地方可以给安排下。喂，高总吗？我这边有一车客人啊，你看能不能安排一下？连续打了几个电话，都被对方拒绝后，才哥无奈叹了口气。不行，你们人数太多了，他们都不愿意安排。不过没关系，我还有个朋友，他也开了酒店，只是他开的那家酒店不在曼谷市中心，你们看可以吗？众人看到才哥为了他们，可是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全都被拒，要是再挑三拣四，就有些显得太过于蛮横了。偏远点就偏远点吧，反正就只是凑合过一晚上，不打紧的。众人纷纷同意，才哥和吴迪对视一眼，计谋算是得逞了。很快，飞航便驾驶着大巴车直奔郊区。一开始的时候，车内的众人还没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直到车子越开越远，离开了市中心，来到了郊外的一片山林之间时，才有人感觉到情况有点不对劲了起来。才哥，问你个问题呀。你说。就是你们泰国这边原始森林里能建楼吗？那怎么可能呢？原始森林里怎么建楼啊？那你说，我们是打算去酒店的，这附近像是有酒店的样子吗？听到这话，众人全部瞬间反应了过来。这是哪里？你们要干嘛？眼见事情已经败露，才哥也懒得装了，
直接掏出手枪，对准车顶就是一枪。闭嘴！无敌此时一个箭步，直接一巴掌抽在了那女人脸上。那女人顿时感觉刺痛，但也止住了叫声，不解地看向无敌。殊不知，无敌这是在救他们。才哥现在急需杀人立威，他们这一批有32个猪仔，但是园区那边要的货却是30个，那么多出来的这2个就可以被拿来立威。见众人都冷静了下来，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我下车。此时大巴车外已经有几道人影靠拢了过来，那些人全部拿着武器等候在车外。这些人就是才哥这次找来的火将族打手。见众人丝毫未动，飞航直接上去一脚踹在了一个男人身上。都特么聋了，还是听不懂人话？快点给我乖乖下车！看着车上如此凶神恶煞的3人，众人全都吓破了胆，纷纷下了车。此时有个人便是撒腿就想逃跑，才哥与无敌利用高超的演技，顺利把猪仔们成功骗到山区。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我下车！当他们一下车，有个人便撒开腿就想要逃跑，可一旁的打手早已预料到了对方的动作，直接一棍子就敲了过去。谁再敢妄想逃跑，我就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众人见逃也逃不掉，只能乖乖服软。行了，把他们都给我捆上，动作利落点。几个打手得令后，立马便是将提前准备好的头套和绳子给他们安排上，随后便将众人带上了另一辆车。在飞航的全速行驶下，几人很快就来到了泰美边境线附近。才哥让无敌将他们的头套和绳子都解了开，以方便通过边境哨卡的排查。当无敌将众人都处理好后，他眼前竟出现一丝丝光束，安全通过边境哨卡的成功率为 5%， 交钱通过边境哨卡的成功率为 20%， 发生意外通过哨卡的成功率为 70%。好家伙，这不是摆明着会出事吗？而且发生了事情后，我们还是正常通过了哨卡，这能说明什么呢？正当无敌还在一脸疑惑时，大巴车已经停靠在了边境线的检查点。这时才哥提着一大兜的护照下车，与边境线上的工作人员开始交涉。才哥将一个鼓囊囊的信封交到工作人员手中，就重新回到了车内。这就搞定了？无敌有些诧异，没想到一切进展的会这么顺利。那为啥刚刚自己看到的成功率确实会有意外发生呢？才哥闻言长叹一口气，还没完。他说现在查得严，他必须让他们组长上车看一眼才算完。说着，他便将目光转向了车内的猪仔。等下会有人上来询问你们的情况，都给我说自己是去旅游的，否则的话，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嘱咐完后，那名组长走进车内，目光扫视向车内众人。你们都是要去缅甸旅游的吗？众人先是看了一眼才哥，看到才哥那冷漠的目光，全都是齐刷刷的点了点头。确定你们不是被绑架的？如果你们是被他们绑架了，就请现在站出来，我们一定会协助你们安全返回国内的。听到这话，坐在后排的一个男人顿时忍不住站起身。警官，我们不是去旅游的，我们是被绑架，求求你救救我们！看到有人做出头鸟，这时另一名女人也站起身来。警官，就是他们把我们从曼谷绑架到了这里，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那组长听闻这话，脸上顿时乐开了花。好，你们放心，我这就帮你们联系你们国家的大使馆。说完便是直接转身下了车。完了，这些人怎么这么蠢啊？园区干这种绑架的事情不止一次了，会没有打点这边的关系吗？你们还真的以为他们会管这种事情吗？无非就是想要借机问才哥要更多的过路费而已。才哥这时没说话，只是冷冷扫了他们一眼，便也跟下了车。随后他又拿出一个更厚的信封递给对方。阿才，咱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你也不想让老哥被调走吧？你也知道最近上头在严查诈骗，你们这些园区就是首当其冲要被针对打击的目标，所以我现在是要保住我的官职，否则的话拿再多的马内也没用。这我知道，那你想怎么办？才哥无奈地问道。你们3个随便留下一个人，让我好回去交差，今天的事情我就当没发生过，怎么样？这笔买卖还算划算吧？才哥闻言长叹一口气，我再加码那行吗？我们原本这次出来了5个人，结果现在就剩下我们3个了，再给你留下来一个，我回去也没办法交差呀。组长摇摇头，那我不管，那是你们的事情，放心，我不会拿他怎么样的。等这段时间的风波过去后，你们可以来我这里赎人。才哥见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也只能点点头。行，那就依你说的办吧。10几分钟后，大巴车缓缓驶离了边境哨站。无敌不解地看向一旁的才哥。才哥，咱们这样坑飞航真的好吗？回去之后对方的经理会不会去崇先生那里告状啊？无敌怎么也没想到，被交出去的居然不是自己，而是飞航。不仅是他，就连飞航被对方带走的时候，也同样是一脸的懵逼。卧槽，阿才你大爷的，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居然坑老子！才哥笑道。那跟我们有屁的关系，那是他们园区自己的事情。放心，就算是真闹到崇先生那里了，也有陆经理替咱们扛着呢。听到这话，无敌也只好无奈笑笑。你是不是以为我刚才会把你交出去？无敌倒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
直接点点头。确实有些奇怪，毕竟你看起来才最像是被带出来当炮灰的，是吧？其实也确实如此。我一开始带你出来的目的，确实是让你在关键时刻当个炮灰的。但是怎奈之前在瓦邦发生的事情，导致对方的人全都搞完了。原本这一批的猪仔是要给飞航他们园区分一些的，但既然对方就只剩下1人了，相信飞航一个人也带不回去那么多人。作为同一家公司的2家园区，我们就替他们解决一下这个麻烦吧。无敌闻言，这才解开了心中的疑惑。大约过了几天后，才哥等人终于是来到了园区外围。一进入园区，陆炳坤便是满脸热情的带人上前迎接。阿才、小吴，你们这一路上辛苦了。才哥早已将路上发生的事告诉了陆炳坤，对于无敌的表现，他是相当满意。阿才，一会儿的迎新仪式就交给你和小吴来负责了，知道该怎么做吧？才哥微微点头，随后给一旁的无敌使了个眼色，二人便是去准备迎新的事了。就在路上，无敌看到不远处一人被吊在了广场上，而被吊着那人竟是李三。才哥为了过边境线，竟把飞航坑了一把。待他们顺利回到园区时，无敌却发现李三被当众吊了起来。无敌一惊，连忙过去查看情况。无敌哥，救我！2个内保看到走来的无敌，便上前阻拦。无敌见状，拿出马内递给对方。哥，麻烦能不能透露一下，我兄弟他这是犯什么错了？怎么被吊在这里啊？无敌一脸疑惑，明明自己走之前都给了他们10几个号码，按理来说1人分1个也应该能出业绩啊，怎么还会被打呢？你自己问他吧。无敌走到李三面前，到底怎么回事？李三见到无敌问话，顿时没忍住哭了起来。无敌哥，我糊涂啊！自从你和才哥走后，我就按照你给的资料去联系那些人，结果没想到还真就开了一单。那一天我就赚2000多，有钱之后我就感觉有点飘了，就去找了提降组的一个美女荷官。无敌听到这，顿时都有些惊了。啥玩意？你连咱们园区的荷官都敢找，疯了吧？且不说那些美女荷官背后靠着的都是园区的大佬，但是那些女人的蛇蝎心肠，一般人就不敢碰了。你想约就不会去红浪漫吗？听到无敌这话，李三还在反驳。红浪漫的女人哪里有那些荷官好看？我想着多花点钱的事情罢了，大不了等过几天你回来了，再带我们开几单，钱就赚回来了。然后呢？然后那个女的说我这点钱不够，得1万才行。我一上头就找陆经理预支了2万，结果那个女荷官非说他们提降组现在正在冲业绩，想让我帮忙冲个业绩和他玩一会儿。我寻思线上博彩能被骗，线下博彩还能被骗吗？于是就玩了一会儿，结果把陆经理借给我的钱全输出去了，结果还不上钱，陆经理就让人给我吊这了。无敌哥，你一定要救救我！看着李三那一副样子，无敌就忍不住心生出一阵火气，直接一巴掌就抽了过去。哭就知道哭，一天天我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早跟你说了，园区的女人不能碰，就是不听。现在出事了，知道来找我了，我有什么办法？2万块，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给你们资料开业绩是为了让你们不挨打，可不是为了让你们飘的。无敌见事已至此，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又取出了几张马内递给内保。2位，我这小兄弟就先托你们2位多照料了，我要先去一趟陆经理那边，这些就当是给你们小费了。2名内保收下钱后，心满意足点了点头。放心，你没回来之前，我们都不会动他的。这一幕看得李三是一阵感动。无敌哥，多谢你了，以后我李三这条命就是你的。无敌笑笑，都是自己人，说这个就见外了。而且现在事情还没个定数，可先别急着谢我。无敌交代完李三这边的事后，便去与才哥会合。所谓的迎新会，其实就是给他们一点威慑感。陆炳坤见时机差不多了，便走了过来，喊停了还欲要继续打人的才哥。好了，这些人未来可都是我们园区的骨干，可别打坏了。才哥闻言，这才停下了手。阿才，去给他们安排一下宿舍，明天早晨你们就要正式开工了，记得早点起来开晨会哦。很快，才哥便是去负责安排众人住宿的问题。无敌刚想上前和陆经理说李三的事，陆炳坤却先开口道：“小吴，你来我办公室一趟。”听到对方那语气，无敌不由得内心一慌，但现在自己已经没有退缩的余地，只能跟着对方一起前往办公室。你这次表现得非常不错，出乎我的意料，看来你已经很适应园区里的生活了。听着陆炳坤的话，无敌不明所以，但也只能答道：“都是陆经理和才哥教导的好。”陆经理笑笑，随后拿出几张马内。当无敌看到那几张马内时，瞳孔猛地收缩。这不是自己刚刚交给那2名内保的钱，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到了陆炳坤手里，这才前后不到半小时吧？我知道你这人心善，巧了，我也心善，但万事该有个度，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道理，你应该懂啊。无敌听闻这话，顿时感到恶心，但也只能回应道：“是，陆经理，是我考虑不妥了。你想取代阿才的地位，在园区收买人心，但你这做法不是想取代他，而是想要取代我，只有我才能给他们施以恩惠，你不行，阿才也不行，明白了吗？”无敌听完，此时冷静了下来，说道：“是，陆经理，我太想进步了，你看我又急。”陆炳坤笑道：“你的能力我是认可的，
可就是心性不够稳定。园区从来没有亏待过任何一个功臣，你所做的努力，我也同样知道。很多东西并不需要你去争，等时候到了，我自然会帮你。行了，李三这件事可大可小，不过看在是你的份上，我就不追究了。但你这几天需要为我开一个100万的单子，否则新账老账，我和你一块算。吴迪听闻这话算是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在按照陆炳坤的计划走。在他眼中，我一直都是个野心家的角色，贪恋的不只是钱，更是权力。他故意让我回来就看到李三被吊在那里，猜到我肯定会搞些小动作，而这一切正好上了他的套。至于才哥将飞航送出去，说到石路经理会顶着，无非就是知道到时候崇先生肯定会怪罪下来，而我不过就是一个替罪羔羊罢了。可以说才哥、陆炳坤这两人加起来的心眼都有1800个了，而现在摆在自己面前只有2条路可以走，一是接受陆炳坤的建议，完成一单100万的业绩，成功上位成为组长，因为陆炳坤制衡才哥；二是拒绝，然后被拉出去为飞航这件事顶锅。但吴迪貌似选了一条新的路。陆经理，李三这件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对，不过我们毕竟是有一场，我想亲自送他上路。吴迪为了不上陆炳坤的套，竟选择了亲自送李三上。陆炳坤不可思议地看着吴迪，不想着搞小团体了？吴迪微微一笑，就像您说的，只要我业绩做上去，想要什么您都会答应，那还需要我去争什么？听到这话，陆炳坤也不再多说什么。行，既然这样，那就你去处理吧，尽量多套点钱出来。这小子身上的赔付可有40多万呢。此时，陆炳坤便拿出手机给内保打去电话，交代完内保后，便拿了一部手机给吴迪。这是李三的手机，你去处理好吧。吴迪闻言点点头，行，陆经理，我一定会处理好的。说罢，便转身走出了陆炳坤的办公室，前往广场上。吴迪怎么也想不到，事情到最后竟然会演变成这样。以自己对李三的了解，别说40万，3万都恐怕拿不出来。李三见吴迪走了回来，顿时有些激动，连忙道：迪哥，你是我亲哥，陆经理那边怎么说？同意放我走了吗？吴迪闻言无奈道：你觉得我说的话能顶什么用？听到这话，李三瞬间就瞪大了眼睛。什么？迪哥，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是不是？你帮帮我，算是兄弟，我求你了。看着还在不断求饶的李三，吴迪无奈地叹了口气，拿出李三的手机。密码？迪哥，不配合一点，我一会儿让你少受一点罪。520520。吴迪解开手机，陆经理说问你要40万，你自己看着办。说完，吴迪便开始录制视频。李三顿时惊了，我家里哪来的那么多钱啊？迪哥，你再帮我去向陆经理求求情，看在我们舍友兄弟一场。吴迪没有理会他的话，只是给了一旁内保一个眼神，后者心领神会，立马拿出电棍呲了上去。李三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行了，伴随着吴迪的喊停，内保才停下。随后吴迪便将视频发给了李三家里，还带了一条语音：你们儿子在境外赌博，欠了我们40万，今天下午6点之前把钱打到卡里，否则的话，每单的1小时我就剁掉他一根手指。发完消息，吴迪无奈地看着李三，兄弟，对不住了，我也是自身难保，但凡能救你，我肯定会救他。迪哥，我还钱，我现在就还钱，你让陆经理放过我吧。蠢货，你到现在都还没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吗？来的时候，才哥有没有告诉过你，园区的红线制度不能碰？王组长有没有告诉你，赌博在园区是绝对的死罪？你到底有没有脑子？你真以为是那2万块钱的事情吗？不，李三，你闯大祸了。但凡你是干其他的事情借的钱，都不会有今天这么一回事。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去碰赌博。李三听到这话，瞬间想到了一个办法。迪哥，你去帮我求一下胡来，他肯定有钱。吴迪一听这话，差点就要吐出口老血。完了，这下彻底完蛋了！你不说话，本来只是坑了你一个，现在倒好了，临死前也要拉一个垫背的。内保显然已经将李三的话听入耳中，相信很快就会传到陆炳坤耳中，到时候怕是胡来也难逃被赶的命运。你还是盼你爸妈把钱准备好吧。说完，吴迪便又是操作一番手机。几个小时后，李三家里只凑出了15万。此时，吴迪便急忙前往陆炳坤办公室。陆经理，他家里已经打了15万过来了，他们应该确实再拿不出钱了。你看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说完，吴迪便将手机递给陆炳坤，后者翻看起了聊天记录，微微点头。看上去确实榨不出来钱了。就当吴迪以为陆炳坤就会这么放过李三一家时，他却又再次开口：既然没钱，那就让他家里送人过来吧。吴迪听闻一愣，没明白陆炳坤这话的意思。拿去问他家亲戚有没有年龄和李三差不多大的，器官健全的，能打字的，让他骗过来这边，跟他说只要能骗来一个人代替李三，我们就放人。吴迪闻言只能照做。又过了很久，对方总算是答应了。吴迪将手机递给陆炳坤，陆炳坤看了一眼，做得不错，那个李三可以先留着了，后续的事情我会让阿才去对接。听完，吴迪又开口道：对了，陆经理，胡来这小子家里挺有钱的，你看。陆炳坤闻言先是有些诧异，随后点了点头。行，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说完，吴迪便走出了办公室。胡来啊胡来，
这可怪不了我了，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有这么一个蠢货当朋友。与其让那2个内保再泄密给陆炳坤，倒不如让我来直接说，免得后续陆炳坤又拿这件事来说事。就在这时，王胜走了过来。王组长好。无敌兄弟，你们从泰国回来了？王哥，陆经理交给了我一些事情让我去办，等忙完之后，明天就应该可以正常上班了。王胜一听，顿时露出了笑容。可以，正好胖子他们昨天钓到了一头大鱼，李三不在，你可以接替他的位置。无敌听完，疑问道：大鱼有多大？不好说，但我估计至少得有20来个。这些钱就算给你们几人平分，一人也有5、6万业绩了。无敌只能点点头。行，王哥，明天我一定准时到岗。说完，无敌便直接回了宿舍。回到宿舍后，胖子几人全都好奇地凑了上来。迪哥，你总算是回来了。李三他……在无敌的一番操作下，李三暂时保住了性命。迪哥，你总算是回来了。李三他……暂时死不了，你们要记住李三的这次教训，无论发生什么，红线不能碰。在园区里，一旦触碰了红线规则，无论是什么原因，李三的事情就是你们的下场。众人纷纷点头。随后，无敌又将今天李三出卖胡来的事告诉了他。胡来听闻，顿时火冒三丈。该死的狗东西，我真想撕烂他的嘴！他这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吗？你自己多注意点就好。对了，我刚才听王哥说，你们这次钓到了一头大鱼。一说到这个，胖子就兴奋了起来。对，迪哥，这件事还多亏了你，我们在你给的那几个账号里搞到了一条大鱼。无敌一听，可以啊，王哥让我明天代替李三的位置接手一下这个业务。既然是大鱼，那就我坐庄，但钱大家平分。几人听了纷纷点头。第二天，众人又被那贴心的叫醒服务给吵醒。伴随着陆炳坤的一句开工，很快无敌几人便进入到了各自角色中。一会儿，王胜走到无敌身旁。进展怎样？开始准备首冲的铺垫工作了，王哥。做得不错，需要我帮忙吗？那就麻烦王哥帮我从提浆组那边叫一个妹妹过来，声音要好听点的，一会儿我们大群需要。王胜闻言点点头。很快，提浆组的美女便来到无敌身边。经过几人的共同努力，这条大鱼最后被成功拿下。此时，王胜站起身来，恭喜无敌小组开出21万业绩。确认这个客户已经彻底废了后，这次的大鱼算是暂告一段落了。那条大鱼怎么也想不到会因为约妹妹被骗这么多。随后，无敌来到陆炳坤办公室。陆经理，这次的业绩我们几个打算共同平分，这样的话，奖金就还是按照之前说的给20%就行。陆炳坤点点头，做得不错。不过这么大的数额，那几个卡商用来转账的卡应该是用不了了。估计警方很快就会对这几张银行卡进行冻结。那后续的事情我们就不需要接手了吧？这个月也快到月底了，我想带胖子他们几个出去玩玩，毕竟之前我答应说给他们几个请客红浪漫的。陆炳坤听完，可以，不过园区附近玩的地方应该挺少的，也让王胜他带你们出去走走吧，他有园区的门禁卡。好的，陆经理，那明天刚好是周六，我今晚回去和王哥提前打声招呼。说到这，无敌似是想起了什么。对了，陆经理，上次李三他家里说会骗一个人过来，最后骗到了吗？阿才这几天不在，就带着李三回国了一趟去接他堂哥。他家里人别看挺老实巴交的，实际上在骗人这行上还是有点天赋的。无敌一脸不解，怎么说？他这个堂哥以前在他们村搞网贷，就是撸口子的，也算是个人才。早些年带着全村一起撸过口子，愣是从网贷公司那边搞了快20万出来。他把能撸的口子基本上都弄完了，也搞不到啥钱了。但是以前靠着网贷花钱大手大脚习惯了，现在也在想着搞点新出路。李三骗他说我们公司非常欣赏他这撸口子的技术，就把他堂哥搞来了。不过李三倒也不算撒谎吧，我确实有点想让他来负责撸口子。他堂哥要是来了这边，技术真的过硬的话，我想让他哥去专门负责这件事。陆经理果然知人善用。无敌一顿彩虹屁后便离开了办公室。下班后，无敌找到了王胜，将今天和陆经理所商议的事告诉了他。行了啊，既然陆经理同意，那我这边也没啥问题。正好我也很久没出去放松放松了，这次算是摘你们的光了。以后他们几个就由你来带吧。我看了你们几个做的这一单业务，配合的相当不错，以后说不准能开出更大的单子来。听到这话，无敌有些犹豫，他不知道王胜这话是真的想要提拔自己，还是在试探自己。王胜似乎看出了无敌心中的想法，大笑了起来。放心，最近园区的人越来越多了，陆经理的意思是打算给我们这些组长全部升为各部门主管，每个部门的主管下级几个组的组长，就连提浆组也分为荷官组和狗推组了。所以咱们部门也得分出来几个组，不过不用分的那么详细，就阿水还有你以后就是反将组的组长。阿水是园区老人了，对各部门的业务线都比较熟悉，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思维比较固化，所以我想让你去带你宿舍那几个人组成一个新的组，以后负责新业务线。无敌听到这话才放心了下来。放心，王哥，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把这个新的组带好。加油！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虽然你们两个同为组长，但阿水组里的人比你多得多，所以想要稳住你这个组长的地位，还得多出业绩才行，不然的话，其他的组员不一定会服你。
好的，多谢王哥提点。你也别太担心了，等你成了组长后，你就可以有自己的门禁卡，可以随时出入园区了。听到这话，吴迪觉得眼前一亮。门禁卡，随时随地出入园区，那岂不是说自己距离成功逃跑的机会又大了一半？由于吴迪的优越表现，他很快就要被提拔成为组长。回到宿舍后，吴迪将自己的事情和几人大概说了一下。听到吴迪说明天要带他们出去玩，几人瞬间就兴奋了。可以啊，迪哥，果然跟着你会有肉吃，不仅能拿钱，还可以玩红浪漫。我现在都有些喜欢这边的日子了。吴迪听着这话，瞬间无语。得吧，还喜欢这边的日子，这也就是老子有业绩带你们做，不然的话，你们的下场不知道会有多惨。只可惜李三这次不在，他之前一直囔囔着要去红浪漫，这下好了，我们都要去了，他刚好不在。得了吧，在园区赌博这么恶劣的事情，他能活着就不错了，还想红浪漫。胡来对李三之前暴露自己一事仍怀恨在心。对了，后面我成为组长之后，好像是会配发门禁卡的，你们如果有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就没必要找那帮内保了，直接找我就行。那太好了，迪哥，以后就靠你多多关照我们了。第二天宿舍外准时响起敲锣声，几人连忙前往广场。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各位，今天我在这里宣布几项人事任命。咱们公司的规模现在已经越做越大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今天开始，原本的所有组长，除正将组之外，全部升为主管，各部门主管可以任命组内成员担任组长一职务，细化公司人事管理规则。吴迪听到这话，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才想起来正将组的组长好像现在还被关着。很快，各部门主管纷纷上前宣布了组长的人事任命。吴迪、阿水等人上前接过门禁卡。水哥，又见面了。吴迪，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干到和我同一级的组长了。当初要是知道你在这行这么有天赋，我就应该直接收你为徒的。哪里，还得是水哥教的好，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以后不懂的地方还得多多仰仗水哥您的经验。水哥，以后咱们一组和二组在业绩上就得多多互相帮衬了。水哥闻言一笑，帮衬可以，但吴迪知道水哥的意。那我们小组业绩提成了10%，您觉得怎样？再多我也没办法了，毕竟我只是组长，还没权力大到能让我的组员把钱全部吐出来。水哥听到这话，心满意足道：成交。两人达成一致后，水哥便先走了。待他走后，吴迪眼里闪过一丝阴狠。呵，真当我是傻子，还10%的业绩提成，等着吧。既然你不想和我讲情义，那我自然也不会认你这个水哥了。随后，吴迪便和胖子等人前往园区门口。王胜早已在这等待着他们。见到几人到来后，他便是拿出了自己的门禁卡。门口负责执勤的内保这才开门放行。胖子等人这还是第一次出园区。果然，园区外面连空气都是甜的，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啊！王胜听到胖子这话，顿时笑出了声。胖子，你多开点业绩，以后我天天带你去红浪漫玩。一旁的胡来听到这话，天天去，王哥你可就别开玩笑了。那来1个月，胖子不得被炸成人干了，直接一滴都不剩下了。几人有说有笑的，很快就上了一辆车。上车之后，王哥手里始终拿着一把枪，只要吴迪他们敢逃跑，王胜绝对会毫不犹豫的就直接开枪。其实你们知道不，以前的园区还没这么严格。吴迪听到这话不解的问道：哦，王哥你是哪一年来的园区？我来的时候都是3、4年前了，那时候园区才刚建立。说起来，那时候陆经理也才从国内来这边搞钱。也就是说，王哥你比陆经理来缅北这边的时间还要早。王胜听闻，微微点头。不过他这个人比较上进，一口气从崇先生那里贷款了快6000多万，接盘了园区，我就比较佛系，一直在组长的位置干着。后来呢？后来大环境不好了，上面的老板不断压业绩，陆炳坤作为园区经理，自然也得出业绩。要不是上头压得紧张，你以为他为什么要用那些手段去逼大家搞业绩？他又不是什么心理变态。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现在心里还正不正常，倒也说不准。反正待在这个大环境里，是个人也会疯的。不过他倒是挺看好你的，毕竟你是整个园区唯二一来就直接开出这么多业绩的人。胖子听到这话，好奇地问道：除了迪哥，还有谁以这么快的速度就开出这么好的业绩啊？安俊才。众人听到这名字，顿时有些震惊。才哥以前也做过狗推，我还以为他一来就是园区的打手呢。王胜摇摇头：谁干这行不是从狗推开始做起的？阿才自然也不例外，他以前和你一样心软，总是对谁都下不去手。吴迪不敢相信才哥会是个心软的人。才哥心软下不去手，王哥你这是在搞笑吗？就才哥那骨子很劲，你说的这3个词语真的是形容他的吗？王胜笑笑：那是后来的阿才了，以前的他确实和你很像，做事也非常有底线。直到前年左右吧，他想要从园区逃跑，结果在逃跑的当天被他的同伴举报了。那一次阿才被打得很惨，崇先生更是打算直接用麻袋把他装起来扔到公海喂鲨鱼的，结果是陆炳坤以很大的代价才把他给保了下来。至此之后，阿才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周围人非常吃狠，不是打就是电击，
手段甚至要比陆炳坤还要更为可怕。那段时间，即使是我都不敢和他有过多接触，生怕引火烧身。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陆炳坤只好把他调去当打手了。他也成了园区除了陆经理之外最有话语权的人。听到这些，众人都沉默了。果然，所有人在刚来园区的时候都是个正常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都会被这大环境逼疯，成为一个又一个恶魔。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恐怕早晚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比安俊才还要狠10倍的恶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反过来也同样如此。很快，几人便来到了红浪漫。吴迪晋升为组长后，直接就安排胖子等人来到红浪漫。里面的迎宾见到王胜，顿时喜笑颜开。王哥，你都很久没来了，最近在忙些什么？听着对方这话，吴迪几人看王胜的眼神都不对。王哥，刚才还骗哥几个说你不经常来，怎么现在看来你是这里的常客啊？王胜尴尬的笑笑。今天我们公司团建，帮忙安排几个长得不错的朋友，给我这几个小兄弟放松放松，钱就算在我的卡上就行。好的，王哥。很快，吴迪几人便是在对方的引导下上到2楼，分别到了不同的房间。小兄弟，你在这里稍等片刻，我一会儿就安排朋友过来陪你玩耍。那迎宾说完便转身走了出去。之后的事情你们不爱看，我就不细说了。让吴迪几人有些意外的是，胖子竟然出来的是最晚的一个。可以啊，胖子，外表看不出来，没想到你深藏不露啊。胖子被调侃的顿时不知所措，只好将头扭过去，看着天花板。好了好了，再带你们做个 SPA， 放松放松。王胜一说完，此时陆炳坤却打来电话。陆经理有什么吩咐？王胜，吴迪有没有和你在一起？在的，陆经理，您是要找他有什么事吗？那我把电话给他。不用，你直接带他来我办公室一趟。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带他们回去。王胜挂断电话后，吴迪，陆经理找你有事，我们先回去吧。吴迪听到这话，心中升起了一丝不妙的感觉。几人路上一路疾驰，很快就回到了园区。由于今天休息，胖子几人便是先回了宿舍，而吴迪便是来到陆炳坤办公室。他发现办公室除了陆炳坤之外，还有另一个男人。坐，小吴，这位是长风，天华园区主管之一，你叫他长哥就好。他就是吴迪，我们园区反将组的现任2组长。听完陆炳坤的介绍，吴迪很是懂事，站起身来。长哥好。长风瞥了一眼吴迪，你就是吴迪，没想到比我想象中还要年轻一点。我还以为能在刚来园区第1个月就开出20万业绩的人，应该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结果看来，你这是靠天赋吃饭的呀。长哥谬赞了，我就是一个狗推罢了，能开单20万，侥幸罢了。侥幸？你可不是侥幸，能联合起来把我们园区的飞航副经理都坑进去，你这小子不简单呢。吴迪听到这话，顿时心底一沉。果然，对方是冲着飞航这件事来的。泰国这一次出行，自己和安俊才不仅抢了天花园区的主宰，还把飞航送给了边境检察官，这算是彻底把对方给得罪死了。虽说2个园区都是隶属于同一家公司，但是不同的部门之间还存在竞争嘛，更何况是园区。此时吴迪看向陆炳坤，见对方依旧神情淡定，便知道这波自己应该没啥事，顿时也放松了许多。长哥，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就是一个跑腿的，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不管怎么说，飞航进去了是事实，你们抢了我们的人也同样是事实。我听说你小子开业绩能力很不错，这样吧，你为我们园区工作1年，只要1年内能开出100万的业绩，飞航这件事我就和你一笔勾销，怎么样？抱歉，长哥，陆经理对我不薄，我早就已经打定主意，这辈子跟定他了。你要让我离开园区去为你们工作，那就是徐庶进曹营。吴迪这一番话，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又献了忠心。陆炳坤听完，既然吴迪兄弟不愿意跟你们去天华园区，那就换个人跟你走吧。我这里有个人，你们应该很感兴趣。长风听完一脸疑惑，谁？我那个正将组的组长小光。长风听到这个名字，顿时一惊。小光，陆经理好手笔呀，没想到一出手就是这么阔绰。小光的能力，整个公司上下皆知。你确定舍得放走小光？陆炳坤听闻此言，却只是笑笑。既然他不能为我所用，那留着他又有何用？行吧，那就依你的意思，小光我就带走了。长风说完，便就想起身离开。慢，怎么，陆经理是后悔了？你现在后悔的话，可还来得及，不然一会儿我把人带走了，可就一切都晚了。陆炳坤没理他，而是将目光转向吴迪。小吴，小光毕竟是和我合作了多年老朋友了，你替我送送他吧。吴迪微微点头。很快，在吴迪将2人送出园区后，便是回去找陆炳坤交付任务。人已经送走了。陆经理，长风带的人在园区门口开车来接的，想来在他来园区之前，
就已经做好从我们这里敲诈走人的准备了。吴迪有些无语，若不是自己刚才态度坚硬，恐怕刚刚和长风上车的人就是自己了。正常，天华的那群人不从你身上撕下来点好处是不会罢休的。这次还好来的是长风，要是汤毅那家伙亲自来，恐怕得从我们这里撬走一个正将组才罢休。陆炳坤看着欲言又止的吴迪，你是想问我为什么要同意拿小光跟他们交换是吧？吴迪微微笑道：我不敢揣测陆经理您的意思，您说什么我照做就是了。陆炳坤白了吴迪一眼，马屁精，等着吧。汤毅那老小子觉得自己这次一定赚大发了，但很快我就会让他笑不出来。小光这个人我留不住，他也留不住。吴迪听得有些云里雾里，没懂陆炳坤这话的意思。小吴，你知道这小子当时把园区的钱转移到哪里了吗？天华园区因为飞航的事上门来讨说法，吴迪没想到陆炳坤竟会把小光给交出去。小吴，你知道小光当时把园区的钱转移到哪里了吗？吴迪一脸沉默。小光当时黑的那笔钱到现在都还没追回来。难道他把钱转到了军方手里吗？可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这笔钱他自己同样也不可能再拿到手了呀。陆炳坤闻言长叹一口气，凡是有金钱的流动，那就是有交易在进行，你没看到，不代表他没有得到好处，只是时候还未到。陆炳坤这话顿时点醒了吴迪。原来小光是想让军方保护自己离开缅甸，用陆炳坤的钱贿赂军方，而陆炳坤的操作也同样够狠，明知道事已至此的情况下，还把小光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天华园区。等到时候军方就算真找上门了，也会是找汤经理的麻烦，和陆炳坤没有一毛钱关系。果真是人是鬼都在秀，只有天华在挨揍。未来的1个星期内，园区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吴迪所带领的2旅业绩也在逐步提升。吴迪像似开了挂一样，每天都固定2000块的业绩。他每天的工作时长其实算下来1个小时都不要。开完2000块业绩后，就去管理小组内的其他人了。就在大家都这么相安无事了1个多星期后，海哥回来了。李三，你个狗日的东西！我可是你哥，你居然骗我来缅北！海哥不断的棒打着李三的堂哥。堂哥，我这也是没办法，你别喊了，你再喊下去只会继续挨打。吴迪此时刚好路过这里，他看到房间内李三、安俊才还有2个内保全都在场。吴迪，你来了？听说你们回来了，就特意来看看，怎么样？这次回国还顺利吧？顺利个屁！都是这小子，差点坑死我。才哥看着李三的堂哥，恶狠狠道：我把他从泰国那边转运回来的时候，这小子突然从车上跳窗逃跑，直奔着缅东边境那个哨站的哨兵而去。还好老子眼疾手快，立马停车下去解释了，不然对方还以为我们是要袭击灭瓦地呢。看着一脸怒火的才哥，吴迪立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跳窗逃跑，只可惜求助对象错了。缅甸军方和这些诈骗园区全都是一伙的，只要你暴露了自己主宰的身份，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把你抓起来，为园区敲诈一笔钱，再把你丢回去。吴迪接过了对方手里的棒子，递到了李三手里。李三，这是你堂哥自己家人的事情，就别让我们来帮你掺和了。李三被吴迪这一番话吓了一跳。迪哥，不让你打你就打，听不见话，聋了吗？要不要我用螺丝刀帮你掏掏耳朵？李三闻言只好乖乖听话，但是他想不明白，这才1个多礼拜不见，吴迪怎么就突然大变样了？李三，老子要杀了你！李三的一顿暴打，此时才哥算解了气。行了，才哥喊停，随后带着李三和吴迪走出了房间。吴迪，我不在的这1个星期，园区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吧？才哥，还真有一件事。随后吴迪便将天华园区上门来讨说法，以及陆炳坤交出小光一事，大致与才哥说了一下。才哥听闻，脸色一沉。汤毅，这老小子精明着呢。当初崇先生想让我跟着他去天华园区，结果这老小子一开口就是让我背负200万的赔付。我又不是傻子，园区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每个经理身上都压着赔付金额，汤毅那么做就是为了将他身上的赔付给平摊出去罢了。吴迪笑呵呵点点头。才哥说的对。对了，我还没问他堂哥怎么称呼。李明，这个人有点意思，入口子高网贷有的是一手，只要他肯愿意留下来好好干，其本身能给园区带来的价值可不比一般的猪仔低。听到这话，一旁的李三也连连夸赞道：对，而且我这个堂哥他以前就有在村里诈骗的经历，这属于是有实习经验的了，相信干我们这一行他一定会如鱼得水的。吴迪听到这话，不由得瞥了一眼李三，这蠢货又开始坑人了。才哥处理完李明的事情后，就去陆炳坤办公室交付这次回国的事情了，而李三则由吴迪带着回到了自己的2旅。2人刚一进入办公区，胡来就冲了上来，李三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扑倒在地。李三，你这家伙为什么要把老子的家底情况说出去？老子把你当兄弟，你居然出卖我！我出卖你，你自己打听打听，在场的各位，谁不知道你胡来的家底情况？就算我不说，难不成他们就不会说吗？而且再说了，现在不是没什么大事吗？你胡来不是还好好的吗？眼看双方吵着吵着又要打起来，吴迪说道：行啊，大家都是一个宿舍的兄弟，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吵吵就算了，何必真动手呢？李三，你这家伙要是管不住你的那张臭嘴，我就帮你用订书机封上，免得以后给大家带来麻烦。后来你也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记住这里是园区，不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这次就算了，再有下次你就去狗笼里待着吧。好了，现在全都给我回到自己岗位开始工作。就在吴迪等人工作了一番后，吴迪突然起身说道：有条大鱼上钩了。才哥从国内顺利带回李三和他堂哥后，吴迪又钓了一头大鱼，终于钓了一头大鱼。此时王胜刚好走来，听到这话，多大的鱼呀，小吴？不好说，起码几十个。王胜听闻，一脸不可思议。王主管，国内现在有我们的卡上空闲着吗？我有一笔资金需要转账，我冒充警察让对方在我们 App 上绑定了银行卡，等会儿需要把他卡里的钱洗出去，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卡里有多少钱，我估计起码几十个，需要你安排人去查一下。可以啊，我这就让其他组员调查一下。说完，王胜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随后在其他组员的协助下，调查结果算是出来。王胜走来道：查出来了，3张储蓄卡，一张卡里只有17块6毛4，另一张是个用来倒钱的空卡，唯一一张有钱的卡里也只有3000块钱。你这是个什么大单？咋就这么点钱？吴迪被王胜问得一时间哑口无言，只好回道：没事，王哥你先稍等一下，他还有一张信用卡，我看看有多少额度。之后在吴迪又一番操作后，这条大鱼最后还是上套，信用卡里的钱全转到了储蓄卡里。这时吴迪前往王胜办公室：王主管，我已经得手了，我让他将信用卡里的余额全都转移到自己的储蓄卡上了，那3张卡就麻烦国内的兄弟们那边帮忙洗干净了。王胜闻言淡定道：这次干得不错，今天有些晚了，很多兄弟们都下班了，等过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单子，我一块派送过去让他们洗了。听到这话，吴迪顿时有些犹豫。可是他卡里这些钱，我觉得还是尽快洗出来为好，免得夜长梦多。王胜闻言笑了笑：小吴啊，不是我说你，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就是太心浮气躁了，你现在可是组长了，做事情不能和以前一样咋咋呼呼的了。这次有多少钱？看把你激动成这样了。80万。哦，才80万啊，这也不算太多。等等，多少钱？王胜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可置信地看着吴迪。王哥，这次一共有80万，全是从他信用卡里贷款出来的，现在就分别放在他的3张储蓄卡里。王胜听闻一脸惊讶，快通知国内的兄弟开水房了。随后王胜连忙通知个小组，正将组和脱将组立马监控这3张卡的资金实时动向，脱将组再出点人去协助国内的人把钱转移走，15分钟之内我们要吃下这笔钱，不然被发现了，谁丢了钱算谁的。很快，王胜的指令被一级一级的下达，这突如其来的80万订单让整个园区都骚动了起来。通过监控看到这一幕的陆炳坤此时打来了电话：王胜，你小子在搞什么玩意？怎么园区里会这么乱？陆经理，吴迪开了一单大的，我们正在动员全部门转移资金。王胜，你这主管刚升官，是不是生糊涂了？洗钱的事情不是有特定的人在做吗？你这赚了多少钱啊？要把全组都拉来洗钱？难不成小吴这一单是搞了80万吗？王胜顿时一愣：陆经理，你咋知道是80万的？陆炳坤一惊：等等，真有80万？是80万。陆经理你是不知道，吴迪这小子简直就是咱们园区的摇钱树。我现在派人就去取钱，哦不，我亲自去带人洗。很快，整个园区都倾巢出动，唯独吴迪一人回到自己位置上闲了下来。等待了大约1小时左右，胖子走了过来，满脸的兴奋：迪哥，钱到手了，80万啊！卧槽，我看他们整整运回来了1行李箱的钱，你这次可真是发达了，今晚必须请兄弟们好好吃一顿。吴迪点了点头：没问题，今晚的消费全由吴公子买单。胖子连连点头，随后似乎是又想起来什么：哦，对了，陆经理让你去一趟他的办公室，王哥好像也在。随后吴迪便来到了陆炳坤的办公室。陆经理，办公室内，王胜、安俊才、阿水，还有一名吴迪没见过。坐，既然人已经到齐了，那我就说了，这次反将组做得很不错。阿水、小吴，一个是上月的销冠，一个是这个月才加入园区的新人，没想到都同时开出了大单。听到这话，吴迪不由得一愣，看向一旁的水哥。难怪水哥这次也会一同来，没想到也是开了大单，就是不知道具体金额是多少。我呢，一向是有功赏有过罚，既然你们2人这次都立了大功，那……说着，陆炳坤就拿出几捆厚厚的现金。这是我额外奖励给你们的，不算在你们的业绩提成里。阿水、小吴，你们2个现在可是反将组的2大支柱，王胜这家伙一天天就知道摆烂，整个反将组的业绩可就靠你们俩来维持了。多谢陆经理台，我一定带领反将组再创业绩高峰。对了，小吴，这位是阿庆，你可以叫他庆哥，他是今天刚上任的3组组长。吴迪听闻，站起身：庆哥好，以后还请多多关照。阿庆听到吴迪说话，看都不看他，一脸高傲的样子，这让吴迪很是尴尬。好了，王胜，这2个人都是你部门的，今天好好带他们出去玩玩，
放松放松。王胜冲着陆经理点头示意。是，陆经理。随后三人便是陆续离开了陆炳坤的办公室。两位大功臣，今天打算去哪里玩？你们来定。二人闻言，阿水率先表态。王哥，我都行，就看无敌兄弟想去哪里了，我都可以奉陪。我也都没问题，咱们小聚一下就行。王哥，上次你才刚带我们组出去玩过，所以我其实都无所谓。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出去吃一顿好的。小吴，你要不要叫上你那几个兄弟一起？不了，王哥，水哥是组长，我也是组长，咱们这次的庆功宴应当只局限于组长之间即可，否则传出去的话，水哥也很难做。王胜闻言，笑着点点头。懂事。三人通过门禁卡出了园区后，便直接来到一家饭店。小吴，我听说你是偷渡进入缅甸的，而且还有新加坡的签证。你这小子以前在国内是干嘛的？吴迪很清楚对方是在故意打探自己的消息。我呀，原本是准备去新加坡留学的，当初看了个留学项目。王哥你也知道，现在国内的就业压力大，我们这些人去大城市搞钱拼不过那些有学历的，去小城市考公也拼不过那些家里当官的，这不也是没办法吗？再加上我父母走得早，我就干脆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来缅甸这边搞钱了。吴迪这话说的滴水不漏，他说的这些都是自己已经暴露出去的信息，他为了对方不再追问，直接话锋一转。对了，王哥、水哥，你们认识阿庆这人吗？我刚刚就很好奇，他在办公室里好像无所畏惧的样子，就连陆经理好像都不怎么管他。他不就是和我同级别的组长吗？王胜笑笑，有些无奈。你们最好别打他的心思，这小子背后的人是那群缅军。什么？王胜这番话让吴迪和阿水二人同时一愣。阿庆的原名叫庆成，他有个哥哥叫庆深。听到这名字，吴迪并未有多大的反应，但一旁的阿水却是猛地一惊。庆深，我知道这个人，据说以前是果敢园区的一个主管，后来因为自己的资料泄密到了国内，被国内警方一直在高价悬赏，于是直接在这边当了老免。在园区最大的忌讳就是暴露了自己的真实信息，一旦暴露，国内的警方很容易顺着网线找到自己的犯罪证据。可以说，只要信息被泄露出去，那么这辈子就都别再想回国了。所以他哥哥就干脆直接加入了这边的民间武装势力，而且由于其原本的人脉，现在在军中也算是个小队长的职务。听完，吴迪和阿水二人皆是沉默。你们两个要是真的和阿庆对上，只是打压的话，他哥哥不会管，但千万注意分寸，一旦阿庆本人出现任何问题，他哥哥可不会放过你们的。随后几人酒足饭饱后，吴迪便先回到了宿舍休息。正当吴迪做着美梦时，外面传来的惨叫声惊醒了吴迪。什么情况？是谁这么吵？吴迪顺着声音前往广场，看到的是园区外一群人围着一个人，看上去好像是天华的人。吴迪想要看个热闹，于是向内保出示了门禁卡，后者确认了身份后便立马放行。但吴迪倒没急着走。这什么情况？天华的人被抓养了？听说这次被抓养的人好像还是个程序员。程序员？吴迪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不由得又问了一遍。对，是程序员。听着内保斩钉截铁的回答，吴迪也有些好奇了。没搞错吧？天华这是丧心病狂啊，怎么连程序员都抓养？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我们这些内保就是拿钱办事，过多的事情也不多问。不过听他们说，这个被抓养的程序员好像是你们园区以前的正将组组长。吴迪听完一惊，小光，不会吧？这小子才被陆经理送去天华园区没多久啊，这就被抓养了？吴迪为了搞清楚事实，朝着事发地点走去，结果刚一出门，就看到几道身影朝着远处追去。路过吴迪时，还下意识地朝着他多看了几眼。快追，别让那小子跑了，不然回去汤经理可摇不过咱们。看着几人越跑越远，吴迪略为沉思。看来我刚错过了一出好戏啊！3、4个人抓养一人，居然还让对方给跑了。这天华园区的人未免也太废物了点。既然乐子没看着，吴迪也不着急回去，就在附近转悠了起来。正当吴迪走到垃圾桶旁，竟发现一旁的垃圾桶在动。咦，难道是自己眼花了？吴迪走近想要打开看看，这时突然就跳出了一个人。吴迪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人。小光，是你，我们又见面了。看起来你混得不怎么好啊，还没有当时在我们园区有精神。听到吴迪说话，小光这才想起来，原来是你，吴迪。吴迪有些惊讶，自己才来园区不到1个月，没想到小光一眼就认出了自己。你还认识我？我这段时间经常听到关于你的英雄事迹，尤其是你开出那80万的大单后，汤毅一直在给天华园区的狗推们洗脑，说只要努力，早晚都能和你一样开出大单的。吴迪不屑的一笑，和我一样，做梦呢，自己能够每次精准的开到大单，除了对对方的情报了如指掌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看到成功率。吴迪，这个 U 盘里有天华园区30%以上员工的详细资料，你一定保管好。天华园区会发了疯似的找到这个 U 盘的下落。如果你觉得实在顶不住压力的话，可以将这个东西交给陆经理，他知道怎么对付天华园区的那群家伙们。吴迪听到这话更是一惊， 30%园区员工的详细资料，这东西可不得了，
之前水哥说过，泄露出去自己个人信息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恐怕一辈子都回不了国了。小光居然能搞到这玩意，难怪天华园区的人要追击他。我原本是想要依靠这玩意儿来威胁天华园区送我回国，只可惜有人提前泄露了我的计划，导致我只搞到了30%的资料。你快走，他们很快就会找过来。记住，无论如何千万不能让他们拿到这个 U 盘，这可是我能帮陆经理的最后一次了，他应该能懂我的意思。吴迪听闻便赶紧离开了这里。等到第二天，工作中的吴迪想要出去休息一会儿，刚好此时王胜也在此处。小吴，小光的事情你听说了吗？可惜了，那小子确实挺有才的，只是一心没有用在正道上，否则他如果老老实实的为园区工作，也不会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小光，前几天还是我送他离开的园区，他是怎么了吗？吴迪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他被汤毅挂在操场上当典型，听说是盗窃了园区的什么资料，在这里谁都会嘎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罢了。但小光的嘎确实让我觉得有些意料之外，我没记错的话，他在国内还有一个妹妹，还在念大学，他这一嘎，他妹妹就得受苦了。没了他哥这个经济来源，他妹妹这大学应该也念不下去了，真是可惜了。那也没办法，如果他还在我们园区的话，陆经理可能会支付起这笔费用，但可惜小光是嘎在天华手里的，那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吴迪闻言不由得想起了小光交代给自己的话，这时成功率浮现在了自己眼前，无论是自己留下 U 盘还是交给陆炳坤，都是50%的成功率，所以无论选哪个对自己而言都是有利的。就在王胜与吴迪闲聊时，工区内传来一阵响声，随后二人都朝着工区走去。刚一进入工区，吴迪就见到黑仔胖子他们，一副随时准备战斗的样子。小光用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U 盘，危难下竟交给了吴迪。就在王胜与吴迪闲聊时，工区内传来一阵响声，怎么回事？第一个，这几个人刚才一冲进来就说要找你，黑仔说你不在，结果他们就直接动手。王胜一眼就认出了这些陌生人的身份，你们是天华的人。经王胜这么一提醒，吴迪这时才反应过来，他们不就是昨天遇到的那几个追击小光的人吗？这么快就找上门了。王主管，好久不见。老蒋，好大的威风啊！到我的地盘来闹事，你是皮痒了吗？那是，不，我们只是来你这里找一个人。昨天小光被我们处理了，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知道。那你是否知道小光为什么会被我们处理掉？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小光这个人在临走时带走了一个 U 盘，那个 U 盘里有我们园区30%员工的资料。王胜听闻一惊，什么？汤经理将小光换回去后，想让小光制作一个类似你们这样的后台系统，可谁知道小光这家伙在系统里植入了自己的后门，企图盗取整个天华园区资料，而后用来威胁我们。只是可惜汤经理对他早有防备，这才提前发现了这小子的谋划。不过即使是这样，也被他拷贝了30%员工的资料数据，那里面也同样也有我的资料。原来如此，那你们快去找 U 盘啊！来我这里做什么？我们昨天在小光的身上连 U 盘的影子都没找到，但是从我这几个属下的口中听说这位小兄弟昨天可是在现场出现过。看着对方的手指向自己，吴迪丝毫不慌。哦，我出现在现场，所以呢，你就认为小光会把 U 盘放在我身上？那你大可以搜我的身，看看我身上有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老蒋闻言也不客气，直接就让手底下人去搜吴迪的身。搜完，只见他手下摇摇头。现在满意了吗？不可能， U 盘肯定在你身上。小光走之前，你一定是和他接触过的。那随便你搜吧，只要搜到了你们想要的 U 盘，我就认。我去过的任何地方，你们都可以搜。老蒋闻言，又让手下去吴迪宿舍等地开始搜查。半小时后，老蒋的人回来，老大，什么都没有。你昨天不是说见过他吗？是啊，昨天我们在追击小光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也在。老蒋见拿不出证据，好，很好，吴迪，你可千万别让我找到那块 U 盘在你身上。说罢，老蒋便带人离开了工区。王胜也不过多问什么，让他们全都回到工位继续工作。第二天，陆炳坤办公室内，说说吧，到底怎么一回事？我要听实话。见陆炳坤这样问，吴迪只好将那天发生的事大致说了一下，不过他也有所隐瞒，将小光给自己 U 盘的事选择了只字不提。老王，小吴说的属实吗？王胜点点头，基本属实。我找过那几个负责执行的内保，他们说小吴确实出现在那里，也遇见了天华的人，但没看到他和其他人有接触。小吴一直就待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吴迪听闻此言，不由得一愣。那几个内保应该是会配合陆炳坤调查自己，王胜进会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内。这么看来，是王胜打点好了这一切，要保下我。既然你没拿走 U 盘，那这件事我就得以另一种处理方式去办了。天华这次不分青红皂白就来打我园区的脸面，实在可恶。我会把这件事禀告给崇先生，让他来做决断。
两人离开办公室后，小吴，你跟我来一趟。吴迪自然知道王胜的意思，只好跟着他。他们要找的那个 U 盘在你手里吧？吴迪也不隐瞒，点点头。你打算怎么做？趁机与天华还是？吴迪则是摇摇头。王哥，如果我想要钱的话，就会直接把这个 U 盘交给陆经理了，他比我更懂得怎么从对方的身上。但我觉得这个 U 盘应该另有他用。说说，这个 U 盘也许是我们除掉阿庆的一个好机会。阿庆的为人，园区里的人都知道。吴迪这几天也看得出来，王胜早就对阿庆不满了。果然，我就说没看错你小子。你放心去做便是，陆经理那边有我为你担保，出不了事情的。吴迪点点头就离开了。这时才哥走了出来。老王，你这次真不打算告诉陆炳坤？王胜闻言点点头。陆炳坤还是太过仁慈了，他对园区的一些手段远不如汤一狠辣。以我都知道，阿庆这个人留不得，他只要还在园区一天，我们就麻烦一天。才哥点点头，算是赞同了王胜这个说法。阿庆的背后是军方，军方想要插手园区，他们惹不起天华，就来欺负我们。倘若陆经理强硬一些，恐怕咱们也没那么多破事。王胜笑笑，你跟他这么多年了，还不清楚陆炳坤什么性格？他女儿现在还在崇先生手里，所以他现在的每一步也是在走钢丝。可如今这里的局势越来越混乱了，陆炳坤的那一套迟早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害死。让吴迪去试试吧，也许他能给我们惊喜呢。才哥撇撇嘴，你确定是惊喜，不是惊吓？这小子可混球得很，上次炸掉酒店的提议就是他搞出来的。你是真不怕他把事情闹到最后，连我们都没法收场？王胜听闻顿时也有些不自信。应该不会吧？王胜明知道 U 盘在吴迪手里，却没有在陆炳坤面前揭发他。第二天晨会上，哟，早啊，吴迪。吴迪看着阿庆不怀好意的盯着自己。庆哥，早啊。听他们说，昨天你的工区让人家天华的人给闹了。不是我说，你这组长当的倒也是憋屈，怎么谁都敢在你头上踩一脚呢？阿庆说着，脸上露出一个挑衅的表情。干咱们这行，光会做业绩可远远不够啊，你还得会管理，才能压得住下面的人，否则的话，你这组长的位置可坐不长久。听着对方这略带讽刺的话，胖子第一个就忍不住了，直接开口就对了回去。我们二组除去吴组长就只有4个人，你们3组倒是人多，结果整个月的业绩呢，庆组长倒是会管理，把整个组管理的井井有条，结果几十个人的业绩还没我们几个人多。我觉得这并非是庆组长的问题，是你们定位没找准，也许去当园区的打手更适合你们3组呢。说完，吴迪几人顿时就笑了出来。呵，你倒是牙尖嘴利，希望你们2组以后业绩能永远保持在第一。吴迪懒得和这家伙继续互怼，借你吉言。随后吴迪便带领几人回到了工位。这时水哥走了过来。水哥有何吩咐？小吴，和我来一趟。今天早上的事情你听说没？吴迪闻言一愣。什么事？500万，天华那边悬赏500万寻找那块丢失的 U 盘。小吴，你跟兄弟说一句实话，那 U 盘到底在不在你身上？此时一道道光束浮现在自己眼前。阿水知晓 U 盘位置的成功率为 0.1%， 王胜透露消息的成功率为 0.1%， 自己伪装躲过对方盘问的成功率为 30%。 看到这成功率后，吴迪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没有。不可能，我听别人说了，那晚上就你一个人出去过，小光的 U 盘都是，肯定跟你有关系。小吴，咱俩可是合作的战略伙伴，有事情你可不能瞒着你水哥。吴迪闻言有些无奈。水哥，我骗你干什么？你自己也说了，天华那边悬赏了500万要这个 U 盘，这东西要真在我手里，我拿出去交给他们领悬赏多好。水哥听完也觉得吴迪说的有些道理，但他还是有些狐疑道：小吴，那你仔细想想，那天晚上到底还有没有人出现过？ U 盘不可能就这么凭空消失，小光那家伙一定是把东西交给谁或者藏在哪里了。只要咱们能提供线索，天华园区那边说也可以给10万作为奖励的。那你去找吧，我做等你的好消息。水哥最终还是不甘心的离开，不过这倒也给吴迪提了个醒。随后几天，吴迪也没有出过园区，只在工区内忙碌自己的工作。就在所有人都在照常工作时，突然园区内响起了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所有人立刻停下手头的工作，到广场上集合。众人闻言，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何事。第一个，这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快走吧。当吴迪等人来到广场上时，就见到陆炳坤、才哥、王胜等人早已在这儿。而园区外几辆车陆续下来很多人。王哥，知道这群人是哪来的吗？吴迪一脸疑惑，摇摇头。这些人是为了文书那件事来的。你和才哥是真的猛，居然把文书说炸就炸了。那老东西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上次我们去瓦邦的时候，他还就坑了我一笔钱，可惜我可没有你们这群年轻人的魄力。吴迪听闻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初文书那件事留下的隐患还没解除。都是才哥的功劳，没有他给我担保，我也就只敢想象，才哥才是真正付出了行动的人。说完，对方走了过来。是江野，我早猜到会是这小子了。王哥，
这个叫江毅的是谁？以前好像从来没听说过呀。这小子算是文叔众多干儿子之一吧。文叔此人膝下无子，故此在佤邦那边收了不少的干儿子。江毅是他的二儿子啊。那这么说的话，咱们这岂不是做了老子来的儿子？园区以后恐怕得麻烦不断了。王胜摇摇头，这可不好说啊。江毅也许并非是来找茬的呢。林是这里的经理对吧？我找你有事情，咱们单独聊聊。江少爷能光临寒舍，园区有幸了。只是江少爷一来就带这么多人，是否太过嚣张了？可别忘了，咱这里可不比你的佤邦，在这里4大家族才说了算。江毅闻言丝毫不慌，你少在这里和我说这些没有用的，真当我不知道你们园区是什么情况吗？一个刚成立的小公司也能请得动4大家族的人。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你和阿才都是亲身经历者，一会儿陆经理估计会叫你和阿才去办公室对质。记住我说的话，江毅也许并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所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可千万别被这人给唬住了。吴迪点点头。王胜话音刚落，陆炳坤带着江毅朝自己走来。阿才、小吴，你们2个来我办公室。小王，安排几个朋友招待一下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们。知道了。其余人都散了吧，回去工作了。转眼几人来到办公室。江老弟，咱们也有好多年未见了吧？陆经理，你不必与我客套，我刚才在外面说得很清楚了，此次前来就是想要为文书的事情向你们园区讨个说法。我义父平时是贪了一点，但这也不是你们做掉他的理由。为了区15万就直接动手，这算是破坏了我们这行的规矩。这件事就算是崇先生来了，也得给我个交代才是。就在江毅话音落下，陆炳坤掏出手机。好啊，你要我给你什么交代？通话的那头是陆炳坤背后的东家崇先生。众人听到声音那一刻都惊了。好啊，和我玩阴的是吧？你明知道老子就是来吓唬你，你怎么这么不讲武德，直接上报给崇先生了？崇先生，我说这是一场误会，你信吗？你小子不好好待在佤邦，跑到我这里来干嘛？怎么，文书的老东西走后，你们这些个义子没忙着抢地盘？崇先生，我此次前来是想和你们谈合作的。合作？你真当我不知道？文书虽然是大，但不过只是表面上看上去还行。光是像你这样的义子，他就收了快100来个，再加上他那些小弟，以前他还尚在人世的时候，你还配合我们平起平坐。现在吧，你能不能守住自己那条生产线都是问题，拿什么和我们合作？求人办事就要有求人办事的态度。我不喜欢被人威胁，我手底下的人也同样不喜欢被人威胁。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给小陆磕个头，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吧。崇先生此言一出，一旁的吴迪不由得一愣。好家伙，这崇先生是真的够厉害的，3两句就直接逆转了双方的攻势，让原本还占理的一方瞬间就变得被动了。陆哥，刚才外面人多，弟弟给你跪下了。你打算让我怎么帮你？江毅没听到陆炳坤让他起身，他也不敢站起来，只好继续跪在地上等。几天之后，江林会来找陆经理寻求你们的帮助，我只需要陆经理替我拖住他们2天。等我回佤邦之后，我会亲手做了他们。事成之后，我会向你们支付这次帮忙的委托金。不妥！一旁的闷葫芦才哥突然开口。首先一点，江林是文书的大儿子，虽然你们都是义子吧，但按照文书生前的打算，文书大部分的产业都应该由他来继承，这算是名正言顺。所以江林的支持者并不比你江毅少到哪里去。所以我们要帮你的话，只拿出委托金是不够的，我们要承担的损失是非常大的。一旦你没能做掉他，那么我们园区也会被你们牵扯进这场争斗之中，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再者说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反手支持江林？反正谁最后上位不都一样，你只能拿出来钱，而这笔钱江林同样付得起。听完这话，江毅没说话，而是看向面前的陆炳坤。起来吧，阿才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你忽略了一点，江林是不可能放过你们的。我只说一点，支持我上位不是大势所趋，正是因为不是大势所趋，所以才没有江林那么麻烦。你的意思是说，江林上位名正言顺，他是继承了文书的资产，所以他无论怎样都定不可能和我们这群做了他义父的人合作。就算是真的想要合作，也只是为了借我们之手铲除你这个最大的隐患罢了。而一旦目的达到后，为了稳定军心，同样也是让自己更名正言顺，他会毫不犹豫地为父讨说法，针对我们园区。吴迪突然的开口，说出了江毅的心中想法。这位是吴迪，我们反将组的新任组长，同时也是做掉你义父除我之外的谋划者之一。吴迪听到才哥的这一番介绍，不是，哥们，谁教你这么介绍的呀？江毅听完并没有在意。知我者，无敌兄弟是也。你说的倒是一点没错，我想表达的确实是这个意思。楼经理，不管他江林到底想不想，未来都要和你们园区结下梁子。既然双方早已经是敌了，那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了。陆炳坤也不回应他，而是看向吴迪。小吴，既然这样，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负责了。
等江林若真的来了园区，你就负责拖住对方2天，最后配合江毅，将其永远留在这边。吴迪听闻一惊，你他哥的陆炳坤在这里坑我一手，陆经理，这件事恐怕我一人办不好，万一搞砸了，岂不是耽误了咱们园区的大事？不如让才哥一起帮我吧。他之前不也是这件事情的参与者吗？我们俩一起也算有个照应。吴迪被陆炳坤坑了一手，决定把才哥也拉下水。陆经理，这件事恐怕我一人办不好，不如让才哥一起帮我吧。不妥，小吴，你也是老人了，这件事我直说了吧，风险肯定有的，一旦江毅失败，那么咱们涉嫌帮助他的事情肯定会暴露，让你一个人去也是做一层保险，一旦真出了事情，我们园区也好有说辞不是，毕竟这件事园区没有直接参与进去，是你在单方面协助对方，就算他们找来园区了，有我们保你，也不能拿你怎么样。要是阿才去了，他和园区的牵连太深，我们也不好解释这件事的。吴迪闻言，说白了不就是让老子来背锅吗？这操作和一些大公司应对突发状况的操作简直是如出一辙，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所以我们让这件事的负责人由一个临时工来担任，说什么会保自己，恐怕等到时候对方真找来了，自己会被第一个抛出去吧。突然吴迪又意识到另一件事，等等，不对，如果陆炳坤真的打算放弃自己，他大可不必这么直白的说出来，就算自己能猜到1、2，但这种找临时工的操作直接摆在明面上，还是有些太让人寒心了。而且如果他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那这场会议我甚至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吴迪开口道，陆经理，既然是要把园区从中摘出去，我觉得让我来也不合适，毕竟我刚来园区，就算按常理来说也不可能接触到江毅大哥这样的人物，但我们部门另外2个组长那可是在这混迹多年的老油条了。吴迪说完这话，心中不由得一阵冷笑，这2位本来就一直在想方设法针对自己，现在不除后患无穷，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坑他们一把，想害我，那我就把你们全都拖下水。陆炳坤闻言故作思考，阿水和阿庆这2人都是园区的老人了，阿庆的哥哥还是当地的缅军，这要是他弟弟有个什么3长2短，恐怕够着江林喝一壶的了。这时一旁的才哥没说话，只是看了一眼吴迪，眼神里还闪过一丝敬意。这小子一招借力打力，整个园区都没几人能比得过他，就凭他这脑子，未来的发展绝对不只是一个组长那么简单，恐怕他当初说要取代自己的豪言壮语，真的会有一天能实现，只是怕那时候估计这小子会后悔自己所暴露出的能力吧。行，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阿才，你等下去给王胜通知，让他去找那2个人办这件事。多谢各位出手帮忙，这件事的委托金我会先打一部分到你们卡上，剩余的一部分就等事成之后了。说完江毅便先离开了。待江毅走后，台哥看向陆炳坤，陆经理，我还是觉得此事不妥，咱们完全没必要为了这点钱以身犯险。文书那边的情况你我又不是不清楚，整个瓦邦都乱成了一锅粥，咱们贸然插手进去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啊。陆炳坤有些无奈，阿才啊，你说的对，不过谁告诉你那笔委托金就是我们全部得到的东西了？那不过只是开胃小菜罢了，我们双方之间真正的谈判过程还没开始呢。什么意思啊？才哥有些不明白，看向一旁的吴迪，希望他能提点2句。吴迪笑笑，扮猪吃虎、虚张声势的本事还得是咱们陆经理厉害，这江毅想教育陆经理实不足意。才哥被吴迪这么一提醒，瞬间就反应了过来，随后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陆炳坤，你刚才压根没给崇先生打电话。陆炳坤笑笑，正将组研究的新玩意儿 AI 通话生成怎么样？有意思吧？不只是崇先生，连我和你的声音也可以生成模仿出来。我倒是很好奇，小吴，你这小子是怎么听出来不对劲的？你貌似没有见过崇先生吧？正是因为我没见过，所以我才能分辨得出来啊。崇先生那么大的人物，怎么可能会管我们这点破事？再说了，陆经理让人下跪，这应该是你的特殊癖好吧？我可不信崇先生有这个爱好。陆炳坤听完一愣，你小子怎么知道的？想都不用想，让他下跪，崇先生又看不到，那有什么意思？陆炳坤尴尬的一笑，行了，不管怎么说，江毅的这件事其实得有人去做。阿水和阿庆确实是不错的人选，如果不是你说的话，我原本是打算把王胜那小子派出去的。这老小子一天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他那个反将组的业绩还没狗推高，坑他一把倒也是活该了。吴迪闻言，好，我王哥真属实够惨的了，在园区摆烂，结果还天天被陆炳坤电竞。那既然这样，我就先回去工作了。回到工区后，王胜便走了过来。怎么样，吴迪兄弟，陆经理没找你麻烦吧？看着王胜那关心自己的模样，吴迪忍不住将刚才办公室内陆炳坤要坑他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顺便将自己举荐阿水和阿庆的事情也一并告知。这次多谢吴迪兄弟了，算我欠你一个人情，要没有你，我可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王胜说的不假，被选中的人一旦事情败露，一定会遭到江林的疯狂报复。说完，
吴迪便回到了自己工位上。正当他内心一边盘算着接下来的事，一边打字工作时，水哥突然走了过来。水哥，吴迪，你和我来一趟。水哥，恐怕这次我凶多吉少了。这么严重吗？兄弟，哥这回真的没法帮你。人在这里，你应该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明白。水哥，你不必多说。两个影帝开始狂飙演技。那你还需要我替你帮什么忙吗？比如说给家里打钱什么的。我父母去世的比较早，我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其他的亲戚在世。未来如果水哥有机会回去的话，替我去我家乡给我立个碑吧。吴迪故作伤感，将一份地址拿给了对方。见吴迪真的给了地址，阿水这才算是对吴迪的话有所相信。殊不知自己已经半只脚迈入了吴迪为他挖的坑。这时阿庆鼓励：庆哥，听说这次吴迪摊上大事了。活该他，只是可惜了他那刷开大单的能力了。我听说他们是靠着有一堆资源，而资源好像存在一个 U 盘里。是真的吗？不然你以为他吴迪真的是靠运气吃饭的吗？行，无论如何，在他走之前，要把他的 U 盘资源搞到手。天后，王胜将吴迪、阿庆和阿水等人叫到了一起，商量协助江毅留住江林的事情。这次陆经理很看重我们反将组，本来是打算让你们3个都去的，但是可惜啊，小吴，你自己之前犯的什么错，你自己应该最清楚。陆经理对你很不满意，所以这次我们只派遣阿水和阿庆协助陆经理的工作。小吴，你就留下来好好的反省反省吧。实际上，这是吴迪和王胜早就商量好的，3个组长只有吴迪不参与，这件事多少有点蹊跷。当阿庆和水哥听到这话后，果然上套了。呵呵，有业绩又能怎样？在园区，光会做业绩的那是猪仔，只有我们这种具有管理头脑的组长才能担当大任。吴迪，你这辈子也就只能当个猪仔了。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们2个先去收拾收拾。小吴，你留下来，我单独要找你谈谈心。王哥，你这是怎么了？看上去怎么愁眉苦脸的？王胜闻言无奈的长叹一口气。小吴啊，我打算回国了。此言一出，顿时让吴迪一惊。回国？王哥，你是在开玩笑吗？你的钱赚够了。王胜无奈摇摇头。上个月各部门的月报已经送到崇先生那边去了，老崇对我们部门的业绩很不满意，把我痛批了一顿。我知道崇先生和陆炳坤，甚至是我手底下的人都看我不顺眼，所以我与其继续待在现在这个位置上混吃等死，倒不如放弃园区的事情回国生活呢。我一旦回国后，你们3个组长必然有一个人会接替我的位置，不过如果那件事办得顺利的话，应该只有你和阿水2个人竞争了。我希望你能放弃主管之位的争夺，把这个位置让给阿水。吴迪没问为什么，只是扫了一眼成功率。王胜站在自己这边，成功率为 95%。好的，王哥。王胜见吴迪答应的这么痛快，不由得一愣。你不问问我为什么？王哥吩咐我的事情，我照做就是，绝不问为什么。王胜听到这话，虽知道他是在恭维自己，但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好，其实倒也没什么，我这也是在帮你。园区主管的这个位置，远没有你们看上去那么好做。一旦你成为了反将组的主管，那你这辈子就算彻底完了。这点不用王胜说，吴迪倒也心知肚明。行了，你先回去吧。明天阿水和阿庆他们2个会去见江林，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陆经理对你有其他的安排。吴迪听完一脸疑惑。其他的安排？陆经理让你带着内宝提前埋伏在园区外，一旦阿水和阿庆那边成功，那么自然皆大欢喜。可如果他俩行动失败，那么你就可以作为园区的代表，将这件事批得一干二净。对于这件事的可行性，吴迪瞥了一眼成功率，成功解决事情占 30%， 事情失败占 30%， 那么说明这件事还存在第3种可能性。第2天一早，众人来到广场。今天我们园区将会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客人，那就是来自佤邦的江林。江总，各位，我是江林，初入贵宝地，感谢陆经理的一路款待。这就是江林，看上去与江毅长得不像啊。废话，江林和江毅都是文书的义子，本身就没血缘关系，要是长得像还得了？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就是不知道这家伙此次来是干嘛的了。吴迪闻言笑笑，还能是来干嘛的？送人头的呗。吴迪让胖子安顿好2组的工作后，便是自顾自的来到了园区大门口。迪哥，人都到齐了吗？迪哥，人都安排好了，都在外面等着呢。这次江林可从佤邦那边带来不少人。吴迪先是看了一眼对方的人，随后扫了一眼成功率，对方身份与佤邦有关联的成功率为 99%。好家伙，合着外面的人都是江林的人啊！先把这边的情况通知给陆经理，看看他怎么说。后者立马拨通了陆炳坤的电话，将这边的情况告诉了他。好，你们这边的情况我了解了，让吴迪接电话。内宝随即将电话递给了一旁的吴迪。小吴，阿庆和阿水已经开始在和江林谈判了，我给你个号码，是江毅的，你去和他联系，看看他想要怎么处理掉江林。说罢，陆炳坤不等吴迪的回复，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好，这么完是吧？他哥的陆炳坤这是非要让自己来负责这件事，而他自己就从这件事中摘得干干净净。既然这样，那大家就都别活了。随即吴迪拨通了江毅的电话。你哪位？江毅，你让我们园区办的事情，园区已经在负责处理了，
江林此刻就正在我们园区，被我们2个组长给拖住了。你什么时候带人过来？我立马就带人过去，你们帮我拖住他一会儿。吴迪听闻，扫了一眼成功率，江毅前来支援园区的成功率为1%。当吴迪看到这个成功率后，不由得一皱眉。给我个具体时间，你的人几分钟能到？我们可不确保能一直拖住对方。15分钟。当江毅说出这话时，成功率上涨到了3%。吴迪不解这是什么意思，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而另一边，谈判桌上，什么？你要让园区为了一个已经走了的人赔付10个正将组成员？江先生，恕我直言，您这已经不是不合理要求了，您这完全是在狮子大开口。难道我父亲的命还不只是个程序员吗？一旁的阿庆没忍住，直接笑了出来。江先生，您这话说的未免有些太可笑了吧？你我都知道，一个正将组的程序员对整个园区来说是多么重要，最便宜的身价都得100万起步，更何况我们园区那些人可都是有价无市，你这一张口就要10个，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且文书之前也是和我们园区有过合作的，我尊敬文书，但您好像不怎么尊敬您这位义父啊，竟然用他的命来借机敲诈我们园区。阿庆这番话顿时对的江林高血压就要上来。三方就在这样个怀鬼胎的环境下，都在不断的试探对方，想要从对方的身上找到一些破绽。而就在整个局面都要陷入僵局之时，吴迪成为了破局者。吴迪在内保的带领下，刚与埋伏在外的内保会合后，就遭到了一群不知道是何方势力。吴迪刚与埋伏在外的内保会合，就遭到了一群人袭击。而江林的人看到此景时，立马给他打去了电话。江总，外面有人在叫活了。我听见动静了，我还以为是你们和园区的人交上手了。不是的，江总，是另一伙势力，他们好像莫名其妙的就和园区的人打起来了，但具体是谁，我们也不清楚，要插手吗？你们先原地待命，有新的情况我立马会通知你们的。而此时，同样一脸懵逼的还有正在谈判的阿庆与阿水，他们刚刚接到了内保消息，说是他们在外面遭遇了江林手下的伏击，正在与对方交火。不是，这哥们这么淡定的吗？这谈判都已经破裂了，怎么看他这样子好像还打算继续和我们谈下去啊？江总，您这就不厚道了吧？不管怎么说，迦南还是崇先生的地盘，您让手下在迦南直接动手，就不怕事后崇先生报复吗？江林听到这话，一脸的懵逼。啥？动手？我没让手底下人动手啊！你别冤枉我，明明是你们手底下的人自己和别人动起手了，这怎么能赖在我们头上？阿水听到这话，不由得一愣。什么？没和你们的人交手？那园区的人到底在打谁？而此时，懵逼的还远远不止园区和江林，位于远处观察局势的江毅也懵逼了。打起来了，太好了，这下我就能坐山观虎斗了。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啊？我哥他手下的那群人有这么弱吗？打斗还在继续，吴迪此时也感觉到了不对，他赶紧看了一眼成功率，对方是江林的人占1%，对方是天华的人占98%。好家伙，天华选在这时候上门找事，他们肯定还在怀疑小光丢失的 U 盘在自己身上，这是专门趁我出来的机会，想来做掉自己的。吴迪直接拿出手机拨通了江毅的电话。江先生，园区与你的约定已经达成，你应该已经听到了动静，我们的人快顶不住了，你的支援到底什么时候到？3分钟。江毅这次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吴迪看了一眼正在急速上涨的成功率，就知道对方这次并没有骗自己。呵，一会儿有好戏看了。与此同时，身处于园区中依旧还在谈判的三人显然是有些坐不住。江林有些担忧，事情已经开始朝着他不可控的方向发展，若不快点离开迦南，恐怕自己会有性命之忧。两位，我江林一向守规矩，绝不会主动让手下人挑起争端。既然误会已经解除，那么我就先告辞了。见江林要走，阿庆和阿水两人自知自己该出手了。不管外面现在是何乱局，陆炳坤交代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务必要拖住江林。江总何必这么着急要走呢？外面现在可乱得很，江总不如留下来多待一段时间，这万一要是现在出去，子弹可不长眼，伤到江总可就不好了。伴随着阿庆的话音落下，门外2个内保走了进来，将门口给堵住。庆城，这是你们园区的意思，还是老崇的意思？在这里和我动手，真当我马帮背后没人吗？江总说笑了，我们并没有要和江总动手的意思，您毕竟是贵客，若是在迦南这边出了点什么事，我们也无法和瓦帮交代。闭嘴，你算什么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水哥没想到自己的陪笑，江林压根不领情。老子今天让你知道我到底够不够格。这一幕让一旁的内保与阿庆吓得不轻，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水哥发这么大。他敢弄我，你们给我等着，迟早要和你们算这笔账。这时外面的战况，只见一辆车停在了吴迪他们这。江毅一下车就看到了在摸鱼的吴迪。江林的人在哪呢？吴迪指了指方向。兄弟们，跟我上。这一幕看得躲在后面的吴迪都忍不住嘴角一抽。果然还得是江毅这老小子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其他军阀攻占迦南了。而同样被震惊到的
还有躲在一旁的那群江陵的人。大哥，园区里那群人都那么狠吗？他们迦南那边的园区争斗，怎么和我们佤邦那边差距那么大？我也不理解，这群人到底是有多大的仇啊？咱们要不还是跟江林老大说撤了吧？我咋觉得就咱们这群人根本惹不起人家呢？等等，你们有没有觉得这群人中那个领头的家伙看上去很眼熟啊？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这人长得好像蒋毅，让我瞄准了他。等等，这就是蒋毅，蒋毅他果然和园区是一伙的，这群人早就串通好了，打算在这里坑咱们一把。那咋办？现在是上还是不上？老大那边不知道什么情况，一直发消息也没回，我刚才打了几个电话，对方也没接。上，别忘了来之前咱们制定的计划是什么？本身这个计划就是用来坑蒋毅的，现在既然他已经出现了，那自然没有不上的道理。打他！江毅没死，刚才那么多人，竟然还不是江林带来的全部力量。对方还有人，无敌兄弟，跟我一起上，解决掉他们。江毅，陆经理的命令是要让我带人拖住江林，你们之间的争斗应当由你们自己解决，园区绝不插手。江毅听到这话，顿时就气上头了。无敌，你现在在这里跟我装什么理中客？你们刚才已经对江林的人动手了，这梁子算是已经结下了。现在你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和我合作，你不会真的以为江林等这件事过后会放过你们吧？我要是告诉他，刚才和我们交手的人其实是天华园区的人，他估计得哭死吧。园区下什么命令，我无敌执行便是了。说那么多，你不会是怕了江林他吧？我看实在不行，你也别对付江林了，直接收拾东西躲回国内，不是更好吗？见到无敌如此柴油不进，对方也是放弃了继续沟通，带着人就重新加入到了江林那群手下的敌之中。走吧，后面的事情与我们园区无关了，该回园区了。无敌哥，咱们真就不管他们了。这万一要是江毅他们被江林的那群手下卡了，那时候陆经理怪罪下的话，恐怕不好交代啊。如果你们想去，就自己去，反正陆经理交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要回园区休息了。无敌一回园区，才哥的电话便打了过来。无敌，你还好吧？还活着，才哥。听到这话，才哥松了口气，将电话交给了一旁的陆炳坤。小吴，这次的事情你做得非常漂亮，只是没想到天华园区那群狗东西会在这个时候派人偷袭你。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处理结果。那就多谢陆经理了。第二天，才哥早早的在等待着无敌。无敌，江毅、江林的事情已经圆满结束，陆经理叫你去他办公室。来到办公室后，无敌发现只有陆炳坤和王胜二人在场。江毅和江林两兄弟都嘎了，事情已经上报到崇先生那边去了。崇先生震怒，罚了阿水和阿庆被关押。无敌听到这话忍不住张大嘴巴。什么？昨天江毅与江林两兄弟的人在楼下交火，一个不小心，江毅被对方的人给嘎了，这导致事态升级，迦南这边的军方不得不介入其中了。有军方介入后，园区就不好再插手了。还好小吴你昨天提前带我们的人返回园区里了，不然若是让军方撞见，即使是有崇先生庇佑，咱们也没法和对方交代。那水哥和阿庆他俩呢？他俩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被关起来了？听到无敌的询问，众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向一旁的王胜。看我做什么？我给他俩之前嘱咐的任务就是让他俩看住江林，结果这俩二傻子不知道是得到了谁的传信，说是无敌和江林的人干起来了，然后他俩以为任务已经失败了，就直接一不做二不休，把江林给嘎了。这我能有什么办法？事已至此，也没其他的办法了。老崇必须要我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一天嘎掉2个干儿子，这确实没法说得过去。不如我们就把这个锅甩给天华园区吧。陆炳坤闻言微微点头，也只能如此了。傍晚，无敌和小组几人用过晚餐后，便带着一份便当独自前往关押着阿水和阿庆二人的房间。水哥、庆哥，我带了点东西，你们一天没吃饭了吧？过来吃点。多谢无敌兄弟，今天的恩情我阿水记下了，等出去之后我必定加倍报答你。水哥，咱们都是一个部门的，说这话就未免太过于见外了。一开始我在园区还是新人的时候，要没你教我怎么开单，我也不会有今天。无敌兄弟，你怕是不知道，我俩都快被打了一天没吃饭了，饿得要死。你要再不送饭来，我俩可能都得交代在这里了。无敌一愣，不对吧水哥？我听才哥说，他中午让人给你俩送饭啊。就那泔水，猪都不吃，何况是我们人？这也太惨了，你俩好歹是组长。无敌兄弟，在缅这个最没有规矩的地方，人人却都又是最遵守规矩。别说是我们这些组长，就算是陆经理犯了错，也同样是这个下场，甚至会比我们更惨。行啊，水哥，你俩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放出来了。等你俩出来了，兄弟我再请你们去吃顿好的，这几天就先委屈你俩了。阿水点点头，看向角落的阿庆，你不来吃一点吗？阿庆听到对方的询问，直接将头扭到了一边。呵，
我阿庆何时吃过嗟来之食，更何况是这无敌送来的饭，我是一口都不会吃的。哎，你特喵真要全吃啊？给老子留一口。无敌离开后，就来找陆炳坤了。陆经理，你交代我办的事已经处理好了。他俩现在怎样？还活着吗？生龙活虎的，我刚去送了饭菜，吃的那叫一个香。不长记性的东西，这次要不是有汤毅那老小子出来背锅，他俩现在已经被处理掉了。我早说了，江毅和江林这两人不能嘎，至少不能让他们嘎在迦南这片地方，不然的话，我和虫先生都说不清的。结果现在倒好，老虫那边被骂了个狗血淋头，我和汤毅二人也各被打20大板。这一波咱们园区不仅屁好处没捞到，还被大老板给记住了，恐怕后续很难有资源分给咱们了。见无敌不太明白，陆炳坤继续解释道：耗商、猪仔、客户，这些走的都是公司的资源，三者缺一对园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知道天华为啥每个月业绩都比咱们高吗？就是他们资源多，可以毫无顾忌的培养新人。咱们都是讲道理的人，一个新人想要成为老手，前期肯定会报废掉几个卡不是，这都属于正常的资源消耗。说到这，陆炳坤不由得看向无敌，一想到无敌自从到园区后那恐怖的开单率，你是个意外，正常的新人都是需要资源喂出来的，结果现在公司因为这件事情打算卡咱们的资源，恐怕未来一段时间咱们都得转移工作重心了，先想办法度过眼前的难关再说。所以我打算后续调你去网上菠菜部那边，今天提前给你打个招呼，也是让你有点心理准备。没问题，陆经理，我这段时间会好好学习网上菠菜那边的技术，尽早融入到工作中去。陆炳坤微微点头。不只是你，整个二组都需要转移。什么？怎么，你不愿意吗？陆经理这说的是哪里话？我们二组就是园区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就是。随后陆炳坤拿出一叠话术，这些拿去，让你组里的那些人抓紧背熟吧。好的，陆经理。迪哥，这是迪哥，这是打算让我们拓展网上菠菜那边的业务线了？是也不是，陆经理的意思是想让咱们几个去菠菜部那边成立新的小组。迪哥，这么突然吗？是不是和那个阿庆有关？如果迪哥你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就尽管和兄弟几个说，大不了兄弟帮你嘎了他。黑仔是个一根筋，他做事想法很简单，在这园区里，他唯一信任的就是无敌了。行啊，说什么胡话呢？你一个猪仔，要是真嘎了组长，直接弄你都是最轻的。今天这里没外人，你说说倒是无所谓，要是出去了说这话，你就等着被分解吧。无敌说完这话，目光落在了一旁若有所思的胡来。胡少爷想什么？迪哥，我是在想我怎么跟我爸说这事。以前咱们做杀猪盘的时候，我让我爸可以打钱过来帮我冲业绩，可是现在做网上菠菜的业务，我怕我爸会真的陷进去。众人闻言全都忍不住一阵无语。好好好，你这小子是真会玩，合着你就疯狂逮着你爸一个人往死里薅是吧？这时无敌又心生一计，过几天阿庆就会被放出来了，我准备在调离部门之前做了他。随后无敌便将整个计划和大家说了一遍。所以说这是迪哥你给他布的局，其他的我都能理解，但唯独这个泄密的工作，为啥非得让我去啊？难道我就很像是会说漏嘴的人吗？众人闻言纷纷点头。好，算我多嘴行了吧？迪哥，接下来需要兄弟们怎么配合你，你直说就行了。后续的事情其实倒也简单，阿庆没那么容易上钩的，他是个聪明人，要是咱们做的太过于明显了，反而会引起对方的疑心。我倒是有个不错的办法，阿庆身边不是有个美女跟班吗？我们也许可以从他这里下手，说不定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口呢。无敌闻言微微点头。你小子还算聪明，那就这么定了吧。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配合一波，我明天会先和水哥说一下这件事，你们放心，水哥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胖子，这件事你极其关键，到时候你受点苦。放心吧，迪哥，你交代我的事，我一定办好。几天后，什么？你说你找到无敌拥有的那批资源号了？青哥，千真万确，消息是我们昨天喝酒的时候，把他们二组的那个李三灌醉后得知的。李三，太好了，李三这个人确实是无敌身边最大的突破口。你们这次办得不错，接下来我们得一起好好演一出戏了。无敌，你的聪明也就到此为止了。等我从你手里拿到鱼盘之后，我看你这小子还能不能和现在这样也开出业绩来。最强新人，呵，徒有其表罢了。第二天，阿庆带着人来到了无敌的工区。无敌兄弟，忙着呢。什么事？无敌瞥了一眼阿庆，便继续埋头工作。无敌兄弟，之前被关着的时候多谢你关照了。昨天我刚被陆经理放出来，今天特意来请你们小组吃个饭，就是想要表达一下感谢。无敌闻言，心中暗笑，这家伙果然还是忍不住上套，吃饭就不必了，我和你之间没什么好说的。别啊，无敌，我承认之前与你们二组之间确实有些误会，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再说了，
我听说你们二组马上就要去做菠菜部的业务了，你这马上都要离开反将组了，该不会还因为那些小事记恨兄弟我吧？以后离开了反将组，大家可还是兄弟。就在此时，一旁圆滚滚的胖子凑了过来。吃饭？吃什么饭？谁要请客吃饭吗？对，听说你们二组要走了，大家作为同事，自然要请你们吃顿饭以作告别。胖子闻言，顿时眼前发亮。好，庆组长真是够大气的。那就这么说定了，下班后去园区门口集合，我找人带你们出去。阿庆说完，喜滋滋的便是带着人离开了。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无敌与胖子二人相视一笑。怎么样，迪哥，我刚才的演技还行吧？这傻子压根就没看出来。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拿到我手里的 U 盘，怎么会有心思观察你是不是在骗他？后续的事情就靠你们了。迪哥，那 U 盘里真有天华那群人的信息吗？你当时真见到小光了？你要是好奇，怎么不插在自己电脑上试试看？我可提醒你，天华那群人为了找这个 U 盘已经快疯了。现在这东西只要一打开，就会在你的电脑里留存记录，到时候你可就是黄泥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胖子一听这话，哪还敢继续当好奇宝宝？下班后，无敌带着二组的人来到了园区门口。无敌兄弟，我就知道你还是会来捧这个场的。今天的消费我阿庆全包了，等饭后我带你们去红浪漫放松一下。到了饭店，一旁的服务员将菜单递了上来。先生，您看您要点什么？无敌扫了一眼菜单，这个还有这个都不要，剩下这菜单上的给我们这2桌一人上一份。这话一出，直接把服务员都听傻了。无敌兄弟可真会开玩笑，点这么多咱们又吃不完，岂不是浪费了？我乐意，你不是要请客吗？不会是这就付不起了吧？听着这话，阿庆差点没被气死。这一餐消费下来，单菜金就10几万，而且还要先买单的那种。就在众人酒菜下肚后，胖哥，久仰，我是3组的小杰。胖子听闻并没有理他。今天有幸能够在这里相聚，倒也是一种缘分，不如我们认识一下吧，怎么样？不想认识你。小杰闻言直接无语了。我听说你们小组每个月几乎都能去一次红浪漫啊，是不是觉得我们庆哥这次没有给你们安排红浪漫，所以没玩尽兴啊？胖子刚想要开口，却被小杰给直接怼了回去。别说，哥们都懂你，其实不是我们庆哥不给你们安排，而是你也知道这边的红浪漫价格到底有多高，再加上今天这顿饭开销就那么大了，要是再给你们全组都安排，再大的地主老财也会吃不消不是，所以这种事我们只能偷偷干，不然大家都知道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到时候又得说咱们这些当领导的不体恤下属了。这种事情你怎么不去找无敌哥商量？跟我说有什么用？小杰一听这话，顿时面色一喜，知道这件事有戏了。别啊，你们组长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天天跟着王主管他们混，吃香的喝辣的，红浪漫这种地方恐怕早就已经去腻了。要是真的问他，你们组长肯定会嫌麻烦，毕竟他和我们庆哥之间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两人可一直不对付，他8成是不会同意的。胖子闻言说道：你看，你也说了，我们组长迪哥都不同意，那我就更没有发言权了，所以你来问我干什么？倒不如直接问我们组长。你傻啊，你们组长不同意，那是因为他抹不开这个面子，但是你就不一样啊。咱们可以先去把地方选好，等一切都办妥了，大不了再和他商量，这成功的几率不就大一些了吗？再说了，你难道就不想去红浪漫开荤？我给你说，我们之前在这附近去过一家红浪漫，那里面的人个顶个的水灵。见胖子听到这话，明显是有些心动了。小杰见状，便趁着对方没反应过来，强拉硬拽的将对方给拉出了饭店。咱们真的不和无敌哥说一声吗？我感觉这样其实不太好。胖子半推半就，任由着对方推着自己走，但实际上内心早已乐开了花，没想到计划会进行的这么顺利。走吧，都已经出来了，你难道还打算再折返回去吗？胖子没说话，只好跟着对方。正当二人走了挺久时，面前突然出现了几名手持武器的人。胖子的脸色显得有些惊恐。你们要干什么？小杰满脸微笑的对着胖子说道。干什么？你应该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对吧？胖子表面惊恐，但内心却是有些好笑。果然，迪哥料事如神，这群家伙在确认了 U 盘就在自己身上后，真的急眼了。哼，我把东西给你，你觉得无敌哥会放了我？这可是我们一整组的命脉，要是我今天真把这东西给你了，我也活不了。说完，胖子就想把 U 盘塞进嘴里。不识抬举的东西，要不是园区有规定，你这头猪，我今天非赶了你不可。小杰拿到了想要的东西，便带着人离开了。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胖子在等他们走后，脸色闪过一丝阴险的笑容。敢骂你胖爷，希望这份礼物你们3组能喜欢。
此时小杰拨通了阿庆的电话。庆哥得手了，好好好，太好了，小姐你这次干得不错，你等我，我马上就带人过去。无敌，你先在这里吃好喝好，我出去处理点事情，一会儿就回来。无敌没说话，静静的看着离开的阿庆。此时胖子也给无敌打来电话。迪哥，搞定了，他们把 U 盘拿走了。行，我知道了。刚一挂断电话，王胜也突然打来电话。王哥，有何吩咐？小吴啊，我已经在回国的路上了，只是刚才我在车上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就是你要是坑阿庆的话，可千万别让他嘎在园区。无敌不解，为什么？这个我一两句还和你说不清楚，和大老板有关系。总之你先听我的，等之后我会给你详细讲。王哥，无敌一惊，王胜话还没说完，只听见砰的一声，无敌找了一眼成功率，顿时愣住了。王胜被打的成功率为100%，无敌没时间想那么多，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得先把自己手里的事情处理好再说。王哥让我别在园区内卡掉阿庆，那想来应该是另有隐情。他又拿起手机拨通了老蒋的电话。哪位？是我，无敌。老蒋听闻一愣，无敌，你还敢打电话给我？知不知道？因为你，老子被老汤切了一根爪子。那是你的事，和我有屁的关系。好，你等着。无敌，你最好别自己单独出园区，否则的话，你看我弄不弄你就完了。那 U 盘我早就和你们说了，根本不在我身上，而是在阿庆的手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阿庆？谁？就是3组的那个组长，你不认识吗？亲生的弟弟。对，怎么样？你敢动他吗？放屁，他就是天王老子，今天也得完，更何况是一个倾城。你不会是想借我之手除掉他吧？无敌，我早就听人说起过，你这家伙诡计多端，真当我会上你的套？是不是真的？我想你们应该有办法检测。反正话我就说这么多，去不去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他这会儿就在富康路。该死，所有人集合，跟我走。而另一边，此时的阿庆还不知道自己早已经大祸临头了。庆哥，这次咱们3组也算是支棱起来了，再也不用为了业绩发愁了。对啊，庆哥，以前咱们组没业绩，全都得指望着庆哥这层关系，多少有点说不过去。现在好了，咱又有关系，又有业绩，恐怕以后这反将组主管的位置就得是咱们庆哥的了。哈哈哈，我早说了，跟着我阿庆混，保证你们能够吃香的喝辣的。在迦南这块地，我庆哥还是有点面子的。下车。很快，老蒋的手下就从阿庆口袋里搜出了 U 盘。这 U 盘居然还真的在这阿庆的身上。之后在原地销毁了 U 盘后，老蒋一行人便速速离去。返回园区后，无敌去找了陆炳坤，将自己等人出去保护。阿庆被打的全过程说了一遍，不过无敌还是有所隐瞒。至于 U 盘哪里来的，他只字不提。小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小光到底有没有把 U 盘交给你？没有，陆经理，整个事情我都并不知情，更没有参与。小光和阿庆之间到底是怎么联系上的？这也并非是我能调查清楚的，您不能这么为难我。小吴啊，这件事那就让他这么过去吧。你马上也要离开去菠菜部了，尽快熟悉新业务才是正事。还有你手底下那几个小兄弟，可都是人才，要好好学会利用啊。3天后，陆炳坤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由于无敌的自动弃权，阿水代替王胜成为了新的主管。无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杨柳，网上菠菜部的主管，以后就是你们的上级了，你可以叫他刘姐。刘姐好。哼，少和我套近乎。无敌，你之前在王胜手底下的事情，我也略有耳闻，但我要提醒你一声，不管以前怎样，你到了我的网上菠菜部之后就得听我的，知道吗？无敌听着对方说话的语气，忍不住微微皱眉。杨主管，话不是这么说的，无敌兄弟被陆经理看中，放在你的网上菠菜部，那是在给你招揽人才。提匠组作为咱们整个园区的销售冠军，自然是理应得到最多的资源才是。才哥这话说直白就是在告诉杨柳，别多逼逼，这家伙背后是陆炳坤。行了，明早记得准时来报道。说罢，杨柳便转身离开。看着离开的杨柳，无敌感觉一阵莫名其妙。才哥，我们这是哪里得罪杨主管了吗？看上去他怎么好像不是很待见我们啊？才哥无奈点点头。这是自然，你是陆炳坤的人，杨柳和陆炳坤之间一直不对付，所以自然看你不顺眼了。听到才哥这话，无敌不由得一愣。和陆经理不对付，难不成莫非自己这是又卷入到了一场园区背后势力之间的争斗当中了？才哥看着无敌这表情，知道这小子在想什么。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杨柳就是杨柳，他不属于我们任何一方。他之所以和陆炳坤不对付，是因为前几个月陆炳坤把他弟弟给上交去了联合行动。联合行动，想必大家对这个词并不陌生，指的是华夏帽子叔叔协同缅的帽子叔叔联合对境外的园区进行大扫荡。每个园区只需要固定交出一些猪仔，让上面好交差就行。他那个弟弟电诈干不了，菠菜也不行，几乎是什么都做不了。原本陆经理是打算直接送妙瓦底柴零件，
但是碍于他的面子，还是交给联合行动送回国内了。结果回国后就直接吃了枪子，所以这件事导致杨柳一直在记恨陆炳坤。原来如此，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你毕竟是组长，他拿你没有什么办法。而且我再给你透露一个消息，网上菠菜部恐怕很快就要分出2个部门了。杨柳的老部门做国内盘，新部门则把工作重心放在国际盘上。听到才哥这话，吴迪顿时眼前一亮。那这意思是说，菠菜部未来会有2个主管？才哥点点头。毕竟业务线不同，杨柳的老部门做国内盘还行，国际盘恐怕我们还得需要去进一批新的货。网上菠菜不比其他，相对于杀猪盘来说，网上菠菜的骗局一般数额都更大，但前期的铺垫也相当难。不仅需要正将组、提将组、反将组、拖将组、摇将组多部门协同，甚至有时还得多个公司联合实施。不过万事开头难，这也是正常的，我们一步一步来就是了。荷官组最近非常缺人，这几个月荷官那边的消耗数量有点大。陆经理的意思，让你和我回国一趟，进货先从荷官进起。我把这批货的资料全部发你手机里了，你可以看一下。然后过几天，陆经理就应该会安排咱俩回国。听到回国2字，吴迪的眼中闪过一丝光束。借这次机会逃离园区的成功率为 5%， 吴迪看到这个成功率不减，但才哥显然是看出了吴迪内心的想法。吴迪，这次去的人不止你和我，还有一批公司的人，他们和咱们可不熟，而且国内已经没有他们的亲人了。才哥这话听得吴迪忍不住打了个冷战，难怪刚才看到的成功率那么低，原来是这个原因。当吴迪滑动手机看到最后1人资料时，瞳孔忍不住猛地收缩。黎霜，这个女人在电影中出现过，正是设计骗梁安娜来这里的那个女人。那看来距离进入电影正式的剧情也不远了。而另一边，陆炳坤、汤毅还有其他园区的经理都在场。汤毅眼神不善的上下打量着陆炳坤。汤经理，我的脸上是有花吗？你这么喜欢盯着我看？呵呵，陆炳坤，你还有脸吗？小光是你的人，U盘的事情也是在你的人手里发现的。怎么？难道你想说这件事和你没关系？汤经理，你说这话多少有点不讲理了吧？当初飞航被抓，是你们园区问我要的小光。至于阿庆，他是军方的人，本身就是你们园区当初强加给我们园区的，我怎么能命令得了他？而且这2人原本在我的园区里就本本分分的，怎么一和你们的人接触之后，就整出来这么多幺蛾子？我看是你天华园区本身有问题吧？淮南为局，淮北为止的道理，还需要我来教你吗？汤毅被陆炳坤这话气得顿时火冒3丈，起身便就要和陆炳坤扭打在一起，但其身后的内保瞬间站了出来。行了。这时远程视频会议内的崇先生开口了：这件事你俩都有错，各打50大板，2事了算了，去把陆炳坤和汤毅这2个人都给我丢水牢里去，关上1天，用尿泡着，他俩啥时候冷静了，啥时候再放出来。崇先生话音落下，立马就有2个内保上前，准备将2人往门外拖去。慢着，侯伟，他俩的事你不要掺和，他俩这是自作自受，我说了多少次，你们在外面怎么闹都行，就是不能窝里横。咱们是一个集体，想要在迦南混下去，就得互帮互助。你看看这2个狗东西，一天天在干什么？搅吧搅吧，等下次华夏帽子叔叔大行动，我就把你俩送去给华夏祭天。陆炳坤和汤毅都没说话，2人知道崇先生这是不想罚他俩，但是又下不来台。而侯伟愿意帮忙说情，这件事自然就没多大问题。侯伟可是崇先生手底下最得力的战将。崇先生，陆炳坤和汤毅之间本就是一场误会，我觉得只要解决的合理，完全没有必要发生冲突。他俩这件事，我愿意出面调解。果然，侯伟此话一出，崇先生的话锋随即一转。该说的我都说了，侯伟，那这件事就你看着处理吧。说罢，他也不等侯伟有任何回应，直接单方面挂断了通讯。汤经理，这件事因陆炳坤而起，你看你也没什么损失，倒不如让他赔点钱，这件事就算了吧。汤毅等的就是侯伟这句话，但他还是装着非常不爽。赔钱？我嘎了那么多弟兄，他一句赔钱就算完事了，必须要给我个说法才行。那是你活该，你自己派人来嘎我园区的组长，这笔账我还没和你算，你反倒来讹诈我来了。行了，666万，这件事就算翻篇，以后天华要是再敢提这件事，我亲自带人把你汤毅关进水牢里，没意见吧？陆炳坤一听这话，顿时人都傻了。什么666万？侯伟，这也太多了吧？贤贵，那这件事我不管了，你俩现在就去水牢里待着。说罢，2名内保又上前。不是，这不公平啊！是他陆炳坤不出钱，你抓我去水牢里干什么？你快同意，这钱大不了我到时候还给你，我他妈可不想进水牢里。陆炳坤也同样害怕，听到一旁汤毅这话，顿时点点头。成，我交。你看，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哪有什么隔夜仇？钱的事情你俩自己商量，我不参与，以后要多多合作，不要给我找麻烦。
也不要给崇先生找麻烦，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陆炳坤与汤毅二人都是有些心有余悸。对了，陆炳坤，你们园区的那个回国申请，崇先生那边已经批下来了，我会尽快安排人和安进才对接，送他回国的。那就劳烦伟哥了。之前王胜回国半路遭遇到劫杀，动手的那批人也已经查到了，不是公司的人，貌似是当地兴起的一批军阀。王胜这老小子也是倒霉，临走让人摆了一道。不过我已经让人把那几个动手的人处理了，儿子嘎了，女儿和老婆送去了红浪漫，感动公司的人就是这个下场。侯伟这是在敲打在座的一众园区经理，崇先生让他们来是为崇先生搞钱的。倘若再发生陆炳坤这种事，那么下一个被这么整的就是他们了。会议结束后，侯伟亲自带着内保护送陆炳坤回到了园区，同样被押送进园区的还有几号人。第二天晨会时，吴迪就见着一排人被五花大绑。水哥，这什么情况？我怎么知道？不过听说这批人是昨天陆经理从外面带回来的，陪他一同押送回来的，还有公司的人。吴迪听闻沉默，他直接扫了一眼成功率，与王胜有关为 70%， 与小光有关为 53%， 与吴迪有关为 17%。前两个吴迪其实还是能理解，他倒是没想到这几个人被抓还能和自己扯上关系。看来这群人今天是很难走出这个荒唐了。各位安静一下，王主管的事，相信你们应该有不少人已经知道了。始作俑者，公司已经处理掉了。至于他们的家属，公司经过商议后，让我们自行处理。王胜是我兄弟，也是咱们整个园区最早一批来的人。以前园区没他不行，但今年反将组业绩直升，我是打算放我兄弟回国休息的。可没想到他在半路竟会遭遇此劫，这是令公司无法容忍的。我陆炳坤更无法容忍。即日起，我宣布，凡是主管级以上在外遭遇到其他势力危害的，园区都有义务清剿对方。组长级以上，凡是有势力敢弄你，园区都会协助调和。我不希望王胜的事情再发生在你们身上，我希望你们每个人赚钱后都能安安心心的回国潇洒。行了，把这些人都给我解决了，过几天应该就是王胜的头七了，正好用这些家伙来祭奠。2天后，才哥来找吴迪。吴迪，收拾收拾，咱们该出发了。吴迪原本以为公司这次最多只会派几个人来盯着他和才哥，没想到一车竟坐得满满的。你坐里面。坐好后，吴迪想要和他们套近乎，结果他刚一掏口袋准备拿东西，就被枪给瞄准了。手拿出来，放好，不要乱动。吴迪，你的事情我们也听说过一些，看在才哥的面子上，这次只是警告，下次你想要拿什么东西的时候，记得提前打报告，明白了吗？吴迪闻言只好无奈点点头。是，我知道了。这群人倒是也盯得紧，吴迪压根没有任何机会搞小动作。找了一眼成功率，吴迪突然就是一愣，此行遭遇意外的成功率为 96%。什么玩意儿？怎么每次和才哥一同出行执行任务，必定会发生意外？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吴迪现在手里连个武器都没有，想改变什么也无济于事，所以他得快点休息，养精蓄锐，以防后面会遇到什么突发状况无法应对。他这一睡，属实是把负责看守他的几个内保们看懵了。这家伙是不是有点心太大了，居然就这么睡着了？这小子果然不愧是能搅的天华园区鸡犬不宁的狠人。我要是被几个人这样盯着，可根本做不到这么淡定的就睡过去。我突然觉得咱们跑这一趟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啊？这吴迪好像压根就没有想要逃跑的意思啊。就这样行驶了几天，即将抵达华夏边境线时，忽然睡梦中的吴迪忽然被一阵剧烈的摇晃给吵醒。当他睁开眼时，车子已经停靠在了路边，才哥乘坐的那辆车上下来了几个内保。怎么了？吴迪询问身旁负责看管自己的内保，那内保也不知情，只好用对讲机呼叫前车。内保询问完后，脸色极为难看。怎么了？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前面帽子叔叔。帽子叔叔？这怎么可能？吴迪有些震惊。按理来说，在边境线上碰到华夏帽子叔叔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因为这边有军队在接管，但是军队无法跨越边境线，不然那就升级为了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该不会成功率说的发生意外就是指的这件事吧？很快，吴迪就见到前方有几个身穿制服的帽子叔叔靠了过来。下车，所有人都下车，接受检查。才哥，现在怎么办？实在不行，咱们车上不是还有一些马内吗？给他们就完了。反正这里还没过国内的边境线，他们应该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听到这话，才哥忍不住有些好笑道：吴迪啊，你还是太年轻了，车上那点马内总共加起来也不过20万，你知道他们要是把我们给抓回去了，一个人头费能拿多少悬赏吗？吴迪有些好奇。多少？具体有多少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么给你说吧，我们之前走昆明到口岸的时候，那些口岸附近的老乡看我们眼睛都冒绿光，就咱们那点马内，怕是想买一个人的赏金都不够啊。听到这话，吴迪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早知道 CP 投资赏金这么高，我穿越以前就该直接去干赏金猎人。不过才哥也说了，我们这些人在迦南之前，回国内也同样值钱，那是否会有人铤而走险，直接把我们当成是货品呢？无敌想到这，扫了一眼成功率，果然让他发现了一些了不得的东西。所有人都给我老实一点！两名帽子叔叔走向车内，开始搜查无敌等人是否携带武器之类的东西。这些车都是改装的，武器都藏在隔板里，没有正确的打开方式。他们倒不是很担心那些武器会被发现。这时才哥站了起来：“你干什么？都别动，再敢动一下，我就直接扣扳机了。”无敌的这一操作，直接让才哥都看傻眼了。不是哥们，我站起来是想要花点钱了事的。你这家伙怎么这么虎呢？这要是跟对方交火了，你还想不想回国内了？无敌压根不理会才哥，依旧狠狠地瞄准那帽子叔叔。见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才哥和一众内保也只好纷纷拿出武器，与那几个帽子叔叔形成对峙之势。眼见双方似是真的要交火，那群帽子叔叔其中一个为首之人连忙开口道：“误会，都是误会，我们来这只是为了求财，大家没必要这么大打出手吧。”听到这话，原本还对无敌突然掏枪的举动有些不太理解的才哥，此时也察觉到了一丝异样。这些个帽子叔叔，怕不是假的吧？这时内保们也反应了过来，特喵的被耍了，动手！你不要过来啊！他哥的，骗人骗到你老子头上来了！说你们是哪的人？干嘛假扮帽子叔叔？哥们，误会，真的都是误会。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求财，绝对没有别的意思。知道我们是谁吗？就敢在半路上劫财，使使了你！要不是有无敌识破了这几个假扮帽子叔叔的人，这次怕不是丢人丢大。看来陆炳坤看中这小子不是没有原因的。安娜，过段时间我就要离开华夏去新加坡了，你要照顾好自己。这是我在国内的信用卡，短时间内我应该都不会回国了。你如果急需钱的话，可以先用着。安娜听到黎霜这话，连连摇头。这怎么行？拿着吧，你家的情况我也清楚，阿姨陷入赌博陷得太深了，恐怕很难脱身。你现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急需用钱，这笔钱就当是我借给你的，等我在新加坡赚到钱了，就拉你过来一起投资。安娜看着黎霜递来的卡，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她一方面觉得亏欠黎霜，另一方面，正如黎霜所说，自己确实很需要这笔钱。行，那就多谢你了，祝你在那边一切顺利。霜，等我处理完家里的这些烂摊子，我一定把这笔钱还给你。黎霜笑笑，咱俩谁跟谁啊？你还跟我客气？等着吧，如果这次新加坡的这个投资项目顺利的话，我和阿才就都有钱了，到时候这几个小钱算不得什么。又聊了几句，安娜的手机突然响起，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安娜的脸色顿时一变。妈，安娜，咱们家的房产证你爸放在哪里了？你晓得不？妈，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又去赌博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了，离你那几个狐朋狗友远一点吗？安娜，你信妈这一次，妈就再赌最后一次，保证一定把之前输的全给赢回来。够了，妈，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那几个朋友全是老千，他们就是专程来骗你钱的，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你现在在哪？我这就去找你。安娜，我就差一把，妈就差这一把就能翻身了，算妈求你了，你把房产证借给我，等妈赢了这一把，一定把钱加倍还给你，成吗？安娜听到这话，她知道自己再劝也没用了，索性也不再多说，直接挂断了电话，而后拨通了报警电话。喂，帽子叔叔吗？我要举报，有人聚众赌博。电话挂断，安娜久久不能平静。安娜，实在不行，你就跟我去东南亚那边发展吧，工资比你现在在这边要高很多，但我作为外人，还是要劝劝你，你妈妈的这个事情你不能再管了，一个人一旦沾上毒瘾，是很难从里面再走出来的，这样的人我见过太多了。霜，你说的我都知道，可我妈现在这个情况，我就她这么一个亲人了，难不成还真的能不管她吗？至于跟你一块去东南亚这件事，你容我再考虑考虑。我和公司的合同还没到期，现在离职的话，要交一大笔违约金。等一切结束后，如果我妈妈还是这样，那我就跟你去。黎霜无奈，只好又取出一张卡。这张卡里还剩20万，加上我之前给你的那张卡，应该够你用一段时间了。我能帮你的不多，等你和公司那边的合同解约后，如果想要来新加坡这边发展，我随时可以回国接你过来。与安娜告别后，黎霜取出手机，拨通了才哥的电话。阿才，你们到哪里了？已经进入国内了。怎么样？你那边一切还顺利吗？顺利，这批货的质量都很高，陆经理那边可是格外的重视，我怎么敢搞砸了？行，那再等几天吧。如果你身边还有其他想来园区的人，也可以一并叫上。荷官有多值钱，你应该比我清楚。如果能找到一个带回去，那想来陆经理是少不了你的提成的。听着阿才这话，
黎霜想起自己的闺蜜安娜，自己真的要连她一起坑吗？如果不是逼不得已，绝不愿意走到那一步，不然等自己回国后，可就举目无亲了。知道了，阿才，你们就在省会等我吧。好，别说岔子，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可以随时联系我。黎霜那边恐怕要等几天才能把人带过来，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吧。等他带人来后，我们即刻返程。